系统他们一大早在那儿吵什么呀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讨论要不要出兵漠北呢？这有什么好讨论的？人都打到家门口来了，不打等什么啊？没钱呗？钱呢？让人贪了呗？那就查贪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大家怎么都看我？看到你瞌睡了呗？不是，他们上他们的吵，又没我啥事，我瞌睡会儿怎么了？你过来。哎呀呀，他什么意思啊？不会是要砍了我吧？别怕，本大仙会保护你的。真的啊？大仙，你可一定要说话算话啊！随着我走出，大家都看清了，我明明没张嘴，声音却是从我身上传出来的，都惊奇的互相对视。再近点儿，站这儿。不是吧？站这儿我还怎么瞌睡啊？咋地？朕的朝堂难道就是你睡觉的地儿？你这太监当得比我这皇上还舒坦。接触到皇上不满的目光，我心中莫名一抖，赶紧转身站好。嗨，系统，左边第7个老头怎么哭了？不会是吵架吵不过就哭鼻子了吧？哈哈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众人闻言都瞥眼去看到底是哪个老头竟然干这么丢人的事，连皇上也忍不住看了过去。他是哭他女儿呢，户部尚书要砍他女儿的胳膊。什么玩意儿？户部尚书什么毛病？干嘛砍人家女儿的胳膊？还有王法吗？这下众人又都瞥眼去看户部尚书，顿时心中大感不妙。也不是，这老头的女儿是户部尚书的儿媳妇，因为前几日落水时被一个侍卫拉了一把毁了清白，所以要么被休妻，要么被砍掉胳膊。什么啊？拉一把胳膊就毁了清白了，还残忍的砍胳膊？这老头必定不能同意吧？好歹自己也是朝廷命官，不至于连自己的女儿都护不住吧？他也没办法呀，这个时代女子贞洁大过天，所以他才哭啊。关他什么世道呢？我要是他，高低的上门去把户部尚书爷俩的狗脸挠花，霸气的甩下一句“我女儿我护着”，然后把人接回家去。又不是故意出轨，只是不小心落水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确实是明摆着欺负人，他落水是被陷害的。户部尚书的儿子看上了另一个姑娘，于是故意陷害自己妻子，好让新人进门。众人闻言都瞪大了眼睛去看户部尚书，户部尚书头低到了胸前，冷汗直流。啊，户部尚书什么家风啊？欺负人家一个弱女子，怎么好意思的？我推断这户部尚书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对不对？不错，他贪墨成性，最看不上亲家刚正不阿的样子，嫌弃他穷酸。而那个要进门的姑娘的父亲早就跟户部尚书沆瀣一气，蛇鼠一窝了，所以他默认了自己儿子的作为。哎呀呀，这些坏人真是气死我了！那姑娘的父亲也在这大殿里站着，对不对？是呗。你别说，你先别说，让我猜猜是哪个，我肯定能猜对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种干坏事的人一般都面相奸邪，一眼就能。这人谁呀？怎么忽然就晕了？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呗。这么巧，不会是报应吧？是呗。朝堂顿时一阵骚动，几个在角落里站着的小太监立刻跑出来抬人。要不我们偷偷写封奏折，把他们的勾当报告给皇上吧。若是他们被抓，那个姑娘就能得救了。要写你写，别拉上我。哎，你还自诩大仙呢，怎么这么不讲义气？我又不是人，讲什么义气？哼，懒得理你，我自己也能行。哎，我好饿啊，想吃大肘子。昨天曹公公饭桌上有个大肘子，炖的那个色香味俱全啊，馋得我都流口水了。他却嫌腻不吃，直接让人喂狗了，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。都是太监，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？你跟曹公公比，那可就是不自量力了，人家可是这大周朝第3有钱的人呢。他怎么那么有钱啊？他俸禄那么高吗？非也，他的钱跟俸禄没有1毛钱关系，每次发俸他都不屑要，直接赏给手下。他不会也贪墨吧？你觉得呢？我正聊八卦聊得入神，却忽见皇上正直勾勾地盯着我。系统，皇上怎么这么盯着我看？是不是暗示你该下朝了？啊，这得我喊吗？第一次干这事儿，有点慌啊。我回忆了一下电视剧里那些太监夹着嗓子大喊退朝的样子，也有样学样。退朝！闻言，皇上无奈苦笑，下面站着的官员集体笑看。系统，他们笑什么？我哪里做的不对吗？下朝了，他们开心呗。切，还国家栋梁呢，天天就想着下朝，活该拖出去打一顿。你一个天天上朝打瞌睡的人，怎么好意思说别人的？系统，我怎么感觉背后发凉？系统，伴君如伴虎啊，皇上太可怕了。今天中午必须吃个肘子鸭鸭。随着我右脚踏出大殿，我的心声在建业地耳中戛然而止。之后的一路上，他再没听到我的任何一句心声。只能在朝堂上可以听到吗？明日上朝还是你跟着？这奇怪啊，这不是吉祥的差事吗？怎么成我的了？看中你呗。第二天，正在我热烈地跟系统讨论我该站哪里时，陛下头也不回，朝龙以斜下方的位置一指。哈，收到。虽然心里万般不愿，我还是屁颠屁颠地站了过去。完了，又不能偷偷打瞌睡了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我眼角余光竟瞥见皇上的嘴角冷冷地勾了一下。系统，皇上是在取笑我？是呗。哎，昨天晕倒的那个老头和户部尚书没来上朝哎。被抓了。真的？那位要被砍胳膊的姑娘呢？被他爹接回娘家了。
皇上下旨赦免了他。皇上人还怪好的嘞。是呗。百无聊赖的我发现今天文武百官的排位有变动，一个高大魁梧的面生男子站在了第一位。高爱卿回来了，一路辛苦。臣惶恐不辛苦。平身吧，有你是我大周之福，朕只要想到你还镇守在北方，心就安了。臣此次回京正是为漠北战事，恳请陛下允许臣出兵。这谁呀？皇上怎么这么抬举他？镇北王。哦，昨天那群臭皮匠就是讨论这事儿把我吵醒的吧？是呗。底下众臣闻言顿时心里100个不愿意，暗暗在心里骂我，你才是臭皮匠，你们全家都是臭皮匠。你说皇上会同意出兵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没钱没粮。也不是没办法，没钱就抓贪啊。哎，我问你，大周国贪最多的是哪个？我此问一出，满朝文武都竖起了耳朵。曹公公呗。你认真的？一个太监有这么大权力？不信我可以给你看，他的钱都藏在老曹家坟地的一个地宫里，满满一宫殿金银珠宝。天哪，这么多，堪比国库了吧？那可比国库多多了，国库最充盈的时候也没有这一半多。而且他这宝贝藏的也很讲究，按国家律例，就算抄家也不能抄祖坟，所以他这地方可保险了。这老狐狸也太狡猾了！找个夜黑风高夜，咱们去给他挖了吧。不去，要那玩意儿干嘛？系统依旧稳如老狗，皇上却不淡定了，胸口气得狠狠起伏了几下。你说我要是告诉皇上，他会不会去挖？他不要面子的吗？哪有皇上挖人祖坟的？假正经什么呀？有钱不要是傻子，又不是正当得来的，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，用来保卫人民，挺合适吗？你要是告诉高将军，他或许会去。咋了？他不要面子的呀？他穷啊，每年为了补贴军用，就差把裤子当了。别看外面光鲜亮丽的，裤衩子上都是补丁，是在做最穷的官之一了。听到此处，闭嘴啊！快闭嘴！你俩在大庭广众之下讨论我的苦茶子，礼貌吗？镇国公他至于这么拼吗？每年自掏腰包补贴军用，穷的苦茬子都是补丁，也没人记他的好。不错，经理这些闲散贵人天天在皇上面前搬弄他的是非，就怕他活久了。嘿，这我熟，说他功高盖主是不是？差不多这个意思呗。皇上信了吗？三人成虎。哎呀，这些人太可恶了，改天打仗的让他们冲锋去。你快告诉我，谁这么缺德，我要在心里谴责他。听到此处，殿内说过镇北王坏话的人个个面如死灰，冷汗连连。最近蹦跶的最欢的就是禁军统领和冷宰相了。哎呀，这俩不要脸的老货，我咒他们生孙子没屁眼。我好气，一定得把那坟地地址告诉镇北王，怎么也得让人穿条完整的苦茬子回去吧。刚刚还心存感激的镇北王，顿时又抓狂起来。你俩能不能不要再提苦茬子的事儿了？正当我思索着怎么在不经意间把地址告知镇北王时，下面有个小官员忽然站出来说道：“陛下，今年各地粮仓空虚，恐凑不出军粮。”闻言，一众大臣纷纷侧目去看这人，皇上也赞扬地望向这人，心里想你是懂怎么解决问题的。咦，泱泱大国连粮食也没有，被人贪了呗？粮食也贪，皇上这都不管吗？他们就说这有旱灾，那有涝灾，不交粮，皇上身居宫中，哪里知道去？粮食也存不住啊，贪那么多不发霉吗？卖呗。卖给谁？敌国呗。这不就是通敌卖国吗？是呗。想问是谁贪的？太后呗。我无语，系统这家伙竟然学会抢答了。等等，不是，你说谁？太后是有什么毛病吗？这可是他儿子的江山，他就这么霍霍？哎呀，这国家上上下下腐烂成这样了，还有救吗？暂时亡不了，各大世家都有大量存粮，若愿意捐出来，也够打一仗了，能挺过一劫。缝缝补补又3年，是这意思呗？是呗。我正跟系统说的欢呢，却见陛下十分怨愤的眼神扫了过来。怎么了？皇上又怎么了？想退朝不？我赶紧清了清嗓子，大喊道：“退朝！”我激情澎湃的喊完退朝，却见陛下完全没有要起身的意思，我顿时慌起来，难道会错意了？皇上看我半晌，这才开口道：“你去叫曹旺德来，让他快点，你就别回来了，自去休息吧。”我心中欢呼一声好言，出了殿门。皇上看着我蹦蹦跳跳的消失的背影，一脸无奈，再看向殿上的文武百官时，已是一副冷肃的模样。高爱卿，臣在。一会儿人来了，你直接拿下。是。出了大殿该说什么，不该说什么，都给我想清楚。大殿上的秘密，若是传出去一个字，杀无赦。一回生，三回熟，第3天上朝，我已经轻车熟路了，自觉地站到那个最醒目的位置，然后开始跟系统闲聊。看到依然站在大殿上的镇北王，我疑惑道：“昨天我都隐晦的把藏宝图告诉镇北王了，他怎么还不去挖？”虽然他苦茬子有补丁，但人好歹也是个镇国公，肯定不用亲自动手了呗。他的兵就在城外。曹公公昨天被抓了，真爽啊！哎，对了，系统，咱们大周国最有钱的是谁？前天你说老曹只排第3。我此话一出，站在文官后排的陈大人立刻额角抽搐，他颤颤巍巍地迈出一步，抢先道：“臣有本要奏。”哼，爱卿请讲。臣愿意捐20万200银给镇北王当军饷。哎，这人谁呀？这么大方？大周第一副呗。哦，
他呀，不会也是贪的吧？非也，人家只是擅长经商。闻言，陈大人已经跳到嗓子眼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可京都其余宗门世家却依旧不安，于是分校站出来表示要捐粮捐钱。见此情此景，我鼻子一酸道：系统太感人了，有这些为国为民的好官在，国家是不是有救了？是呗。我不知道的是，这群为国为民的好官心里都想着怎么用麻袋把我套了塔门棍呢。一个目光特别锐利的年轻官员踏出一步道：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皇上笑眯眯地望着他，爱卿也要捐钱捐粮。那人顿时卡壳，臣不捐。你难道不想为国家安定做点贡献吗？恕臣无能为力。这人怎么这么头铁，敢顶撞陛下？他的确无能为力。昨天他去查访人证时，遇到一个孤苦的老太太，就把身上的钱都给他了。下个月发俸前，他自己都只能喝西北风了。他每月的俸禄基本都接济了贫苦百姓，自己饭都吃不饱。哎呀，原来是个清流啊！是呗，寒门出身，一心为君为国，敬佩。多几个这样的官员就好了。可惜科考从先帝晚年期间就被世家掌控，寒门的科考之路受阻，能被提拔上来的越来越少了。不会吧，科考舞弊？我还以为科考是最公正严明的考试呢。下面管理科考的几位文官不知这两位小祖宗为何就扯到了自己身上，已经吓破胆了。皇上冷漠的视线扫了过去，等会儿就收拾你们。再看向站得笔直的刘仁杰，皇上的目光已经变得柔和。刘爱卿有何事要奏？新科状元灭门惨案不能成为悬案，臣恳请陛下允许臣重开卷宗调查。咦，什么灭门悬案？上一届新科状元家在一夜之间惨遭灭门，但是一直找不到凶手，是3年前的陈案了。这凶手吗？的确不好查。一夜灭门也太恐怖了，不会是得罪了哪个厉害的江湖门派吧？听闻我问出关键一句，朝堂上下众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竖起耳朵。非也。那是谁？你猜？猜这上哪儿去？你快说，别卖关子。没劲儿，告诉你吧，罪魁祸首是太后。太后就是那个卖粮食给敌国的太后？是呗。不会吧？这太后跟他什么仇什么怨啊？竟把人家灭门了？这新科状元可是有大才的人，被太后看出来了。咦，这太后怕不是有什么毛病吧？见不得大周出人才，过得好吗？是呗。你是不是想问为什么？赶紧说。此太后非彼太后。什么意思？此刻后宫里住的不是真的太后，而是敌国打入后宫的奸细。皇上听到这才知道自己每天去请安的竟是敌国奸细，肺都快气炸。啥？那真的太后呢？真太后被关押在太后床榻下的地牢里，已经10年了。听到这里，皇上再也忍不住，高爱卿来不及安排，皇上直奔后宫。咦，皇上这是怎么了？人有3急，使到门口了呗。那叫镇国公去干嘛？送旨呗。哎，这还得伺候着吗？哎，系统，听说昨天皇上着急拉屎碰到正在洗澡的假太后，带着镇国公救出了真太后。你才急着拉屎呢，朕是听到你的心声。哼。哎，等等，洗澡，系统把画面放出来，我有个朋友想看。没有。肯定有，上集都看到你有这功能了。哼，切，算了，也不是很想看。话说这晨会开的貌似有些安静，难道是朝廷已经无事可谈？见小太监心中有疑，礼部尚书反应迅速。陛下，昭国端义长公主即将随使臣来我大周国朝贺，参加陛下寿宴。端义长公主，系统堂堂长公主亲自来贺寿，这不太合理吧？是呗，昭国的端义长公主这次来是她的生母特意安排。哦，真有隐情，快说说。听到内有隐情，朝堂上下众人都屏住了呼吸。这昭国的端义长公主，她的生母其实出身大夏，是大周国前朝余孽。她的亲爹是周国大皇子。这个儿子不能要了。和前朝余孽这么搞，这大皇子就不怕被自家老子发现？怕呀，所以在那位怀孕之后，悄悄将人送去了昭国境内，回头再说。所以那位是自觉嫁给大皇子无望，所以就去昭国皇都勾搭上了昭国的皇帝昭成宗。非也，他原本的目标就是昭成宗，大皇子不过是他 play 的一环。那位的事业心比大皇子重很多，他一心想要推翻大周，复辟前朝。可就算嫁给昭成宗，想要复辟也不可能吧？大周虽然天灾不断，可上头的那位却不是个只会拉屎的昏君。据我观察，他的政治头脑可不比一般的帝王差，说是能名载史册的千古一帝也不为过。这样的人物靠一个9色财气一样不差，完全是靠着地理位置优越，才一直都没有被攻占的昭国来打垮。那个人莫不是脑子被门夹了？虽然只是被一个小太监夸奖，皇上还是感觉美滋滋，整个人甚至都有些飘飘然。他手里有前朝宝藏的地图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就算昭成宗是扶不起的阿斗，他也能借钱财架空昭成宗，自己做皇帝，暗戳戳积蓄力量，对大周国出手。所以端义长公主过来大周的目的，就是想找机会去挖宝藏。是呗。听到前朝宝藏4个字，皇上和满朝文武的眼睛都亮了。若是能掌握端义长公主的行动动向，那岂不是就能顺利找到前朝宝藏？王爱卿，臣在。此次接待昭国端义长公主的事，就交给你负责。
刘仁杰辅助。是。系统，他们一大早又在吵什么？昨天晚上跟着端义长公主找到宝藏，只是这端义长公主不知如何处理了，不放就可能引发战争，放了那大周国颜面何存？这有什么好吵的吗？端义长公主原本就是大夏的人，虽然有心复辟前朝，但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，让端义长公主成为我们在昭国的眼线，说不定以后能有大用。满朝文武听完后顿悟，所以他们刚才争论半天，争论了个寂寞。妙啊，老夫想破脑袋也没能想到的东西，竟被这小子一语道破，实在是高。机灵的礼部尚书上前，臣有一计。神他妈的，你有一计，就你会捡漏，你算盘珠子都快蹦我脸上了。群臣也在心里咒骂不已，这老登脸皮真厚。好，王爱卿，朕相信你，此事由你负责，还是刘仁杰辅助？咦，皇上是干大事的人啊，用人不疑。是呗。这小子是个人才呀，得想办法给他套个保护伞，别真的哪天被人套了麻袋。哎，系统，镇国公怎么愁闷苦脸的？咋地？裤衩子补丁打不上了？苦衩子咋地了？非也，他在愁他的那个三女儿呢。哦，怎么回事？镇国公的三女儿看上了个小土豆，死活都要嫁给人家，现在正在跟家里人闹绝食呢。小土豆，她很矮吗？是呗，比三小姐还低一个头。那三小姐为什么会看上他呀？是因为长得很帅，还是说很有才，多金帅气，还很会疼人？如果是那样的话，也不错啊。为什么镇国公要反对这门亲事呢？非也，他长得既不高，也不帅，也没有钱，而且学问还不好，到现在连个秀才也没考上。听到系统这么说，众人就更诧异了。既然这个人一无是处，那镇国公家的三小姐为什么会看上人家呢？这也正是镇国公感到懊恼，他真的是搞不懂。啥？这还是四无产品啊？那三小姐又怎么会看上他？难道他有什么其他方面的魅力？要说魅力呀，嘴巴甜算不算？嘴巴甜也算，但起码也要有其他方面的优点吧，要不然像就是一只癞蛤蟆，整天对着你哇哇叫，那就算是叫出朵花来也受不了啊。你这个比喻也太极端了，也没有那么丑。好吧，可我还是不能理解三小姐为什么会看上这个小土豆，而且还非他不可。难道就仅仅是因为对方嘴巴甜？其实三小姐这次之所以入坑入得这么深，镇国公夫妇有很大的责任。众人闻言全都好奇地看向镇国公。你不要瞎说好吧？我和他娘对孩子可谓是煞费苦心，怎么会是我们的错？啊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？这个三小姐长得不错，且琴棋书画方面也可以，但相较于她的两个姐姐，还是要逊色不少。从她小时候起，就一直同她的两个姐姐做比较，可不管怎么努力，总是比不上两位姐姐，也达不到镇国公夫妇的预期。时间久了，三小姐变得越来越自卑，甚至觉得自己是多余的。所以三小姐这是自小就被全家人给 PUA 了。是呗，现在她遇到了小土豆，这个小土豆没有别的优点，就是会哄女孩子开心。在她的甜言蜜语之下，一来二去的，三小姐便爱上了这个小土豆。原来如此，那我倒是能理解三小姐为什么会这样了。她这是在小土豆这里得到了认同，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啊！大臣们不能理解，养不教，父之过，做父母的对自己的孩子严格一些不是应该的吗？他们小时候也是被这样教育的，怎么听意思好像不太赞同这种教育方式呢？作为当事人的镇国公就更不能理解了。我和夫人对几个孩子都是一样疼爱的，并没有厚此薄彼，为什么说是我们的错？没错，家庭的 PUA 对三小姐产生了极大的伤害，使她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。所以当她遇到一个人，这个人不但没有否定她，反而是一直在不停地夸赞她，她便很自然地想要去靠近他，抓住他，并且远离那些让自己处于自卑不快乐的人。没错，其实像三小姐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，很多爹娘总是喜欢控制孩子的言行，一旦达不到他们的预期，就会用语言暴力甚至是肢体暴力来控制自己的孩子，还美其名曰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。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无意识的，但却给他们的孩子造成了严重的伤害。青子像三小姐这样，原本感觉还是很听话的，但是因为某件事情或某个人的刺激，一下子性情大变，与父母产生激烈的对抗，变得极其叛逆。更严重的，甚至可能会因此而重度抑郁，对生活失去兴趣，甚至最后发展到轻生。什么这么严重的吗？满朝文武不由得开始反思自己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了。竟然发现好像自己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小太监提到的那个什么 PUA 行为，而且更为严重的是，其中一些人发现自己家的孩子好像还真的出现了所提到的那种情况。想到这里，他们已经不敢再想下去了。难道真的是自己做错了？他开始有些后悔了。不过幸好还不是小太监提到的最严重的那种情况。既然自己的女儿喜欢，那么只要对方人品好，就随他去吧。可是下一秒，所以系统那个小土豆的人品怎么样？他是真心对三小姐的吗？哎，这就是三小姐最可怜的地方了。这个小土豆哪是什么良人呢？他就是一个纯纯的渣男，还是100%纯度的那种。说白了，他就是看中了郑国公家的背景，才故意接近他的。什么？那个小土豆是故意接近我的女儿的？
什么？系统，你快仔细说说。这个小土豆说白了就是个小白脸，在他老家的时候，就同时被多个有钱的贵妇包养。皇帝还有大臣们也都傻眼了，镇国公更是气得差点没有晕过去。哎，三小姐还真的是怪可怜的，怎么帮帮她呢？简单，现在带三小姐去春满楼，就可以抓到那小土豆的现场。陛下，去吧。咦，看皇上理解的眼神，咋地？这镇国公也3级了？是呗。哎，系统，感觉他们今天怎么那么高兴？因为下雨了呗。哦，大周已经干旱3个月了，再不下雨，今年将颗粒无收。那这雨下的还怪好的来。可是高兴的太早了。怎么说？这天气异常，先是大旱，然后暴雨，之后便会连连暴雨，紧接着就会山洪爆发，死伤无数。由于伤亡太多，来不及埋，就会引发疫病。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嘛。虽然第一次听见这种说法，但皇帝回忆了一下自己学过的史书，发现确实如此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写个折子给这拉屎皇帝。拉屎皇帝，我特么的，真想给你套个麻袋！机灵的礼部尚书又抢先一步。陛下，臣之前有看过史书，这天气异常，恐生灾难啊，恳请陛下提前防范。特么的，这老登越来越不要碧脸了。底下大臣们只能瞪着眼睛，心里暗骂：以前怎么没发现这老登脸皮这么好？哦，王爱卿，以你之见，该当如何？这个。咦，他看我做什么？你长得好看呗。看着暴雨短时间不会停止，必将会有山洪爆发，咱应该提前加固防水的河堤和引流的渠道。一旦发现伤亡后，喜人立刻清理，不让那些人搞停尸3天的祭拜去拖延时间，产生瘟疫。咦，这老头还蛮聪明的来。是呗，只是这样一来不讲人情，皇帝暴君的帽子就摘不掉了。听到这，皇帝只是一愣，但为了百姓，就按王爱卿之言，各部门全力辅助，不得有误。礼部尚书及众大臣脸色复杂，跪伏在地。陛下英明。哎，系统，这剧情我熟。现在临近冬天突发洪水，本就不常见。如果再依照礼部尚书所言行事，到时候肯定会有酸儒学究跳出来说皇帝行事残暴，德不配位，触怒了上天才降下天罚，说不定还要他下罪己诏。皇帝思索一番，这很符合他对那些酸儒学究的刻板印象，但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德行。罪己诏是不可能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的。封建迷信要不得，知道不？自然灾害就是自然灾害，还触怒上天？你以为你们算哪根葱？皇帝又算哪根葱？上天根本就懒得搭理你，懒得搭理人类。人对蚂蚁来说也是上天，人会在意蚂蚁里面谁当王了，谁杀了兄弟，谁德行不好了，谁太残暴了吗？不，你只会淡定的路过。虽然这话都是向着皇帝，但他觉得自己听着怎么就这么不得劲呢？但是这一席话让皇帝豁然开朗，一路披荆斩棘登上皇座，还是……咦，系统，皇上这表情咋地？便秘了？是呗。我特么的，早晚赐你一麻袋。就依王爱卿所言，散了吧。哎，系统，今个大家这表情怎么感觉有点低沉？瘟疫爆发了呗。哦，连太医院都没办法吗？是呗。那怎么办？我大周泱泱大国就没人能解决这瘟疫吗？我此问一出，满朝文武都竖起了耳朵。有一人可以解决，此人天赋堪比药圣。快说啊，此人在哪？就在太医院，他已经研究出对症的药方了。可惜这沈太医在太医院一直是个被忽视的底层小可怜，人微言轻，就算研究出药方，也找不到机会上奏给皇帝。听到这里，机灵的礼部尚书又跳了。陛下，臣有一计。我特么的，一计真多。群臣见此都已经麻木了。王爱卿，你且说说看。陛下，臣建议下一道皇榜。妙啊，这老登还怪聪明的来。是啊，只有这样才能让底层的人才脱颖而出。好，王爱卿，此事交给你办，办好了给你记一功。陛下放心，微臣保证完成。系统，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？是呗，得赶紧找到这沈太医，不然太后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见不到明天太阳，什么意思？太后怎么回事？太后在地牢关押了10年，现在身体虚弱得很，然后还感染了瘟疫。咦，皇宫防范的这么严密，怎么还会让太后染上瘟疫？难道是有人故意的？是呗。嘿，这剧情我熟，肯定是有人想害皇上，但皇上身边侍卫太多，无从下手，就从最亲的人下手。太后病倒，皇上这个大孝子肯定回去探望，从而染上瘟疫致死，对不对？皇帝和一众大臣也觉得分析很有道理。非也，你想多了，人家就是冲着太后去的。咦，怎么回事？太后一直身居后宫，害喜有什么好处？是呗，其实太后也算受到了无妄之灾。起因是张家有个子弟在学堂斗殴，打死了康家的儿子，结果那小公子是康家这一辈唯一活下来的孩子，就这么被姓张的活活的打死了，让人家怎么不恨？哎，等等，不对啊，这姓张的打死姓康的和太后有什么关系？
康家只有一个小官，但张家老太和太后是闺蜜，借着太后的硬币，在京城谁都得给个面子。学堂和京兆尹也不敢管这事，但是你说巧不巧，死者的大姑正在宫里做宫女，面对疼爱的小侄子残喜，又正值瘟疫爆发，干脆就赌一把，把太后弄死。只要太后一倒，张家就什么都不算了。我去，没人敢管，你就不会地狱状吗？拉屎皇帝虽然不代指，但也算是个明君。我特么，谢谢你夸奖。王爱卿、刘爱卿，抓紧时间。系统，拉屎皇帝这表情便秘了吗？拉屎谁呀？我特么赐你一麻袋。非也，皇帝后宫佳丽3000，子嗣众多，但全部都是儿子，没有一个女儿。哦，皇上这是有女儿控的癖好啊，可惜就是生不出。不过也是，这生儿生女的都是随机的。是呗。不过这根据科学研究，生儿生女最主要还是由男方决定的。哦，怎么说？听到这里，皇上恨不得把耳朵贴到小太监心口。底下大臣也不讨论国家大事了，毕竟谁不想要一个可爱迷人的闺女？男性和女性的染色体不同，男性的染色体为 XY， 而女性的染色体为 XX。在那个过程中，女性只能提供 X 染色体，而男性可以提供 X 或 Y 染色体。XY 组合会孕育出男孩 ，XX 组合会孕育出女孩。所以说生男生女不能怪女方。之前听说生不出儿子的都在怪女方肚子不争气，是错的吗？是呗。都已经26个皇子了，朕何时能抱到一个公主呢？能有一个公主，已经成了皇帝的心病。每次看到谁家臣子有了闺女，都羡慕不已。那皇上就没找太医瞧瞧吗？怎么没有？太医也没办法，他还去庙里烧香拜过，从一个不知名的道士手里买了生女丸，结果拉了3天，屁用都不顶。哈哈哈哈哈，笑死我了！皇帝的沉默此时震耳欲聋。不过，皇上命中注定会有女儿的，而且就在今天。就在今天，就在今天，朕要有女儿了吗？朕得长公主。可惜。突然听到可惜2个字，皇帝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可惜什么？快说啊！可惜这小公主虽是福宝体质，却多灾多难，如果没有护道者，估计都活不过1天。什么？皇帝已经快要憋不住提起小太监了。咦，既然是福宝体质，不应该顺风顺水，要啥有啥嘛。小公主这福宝体质的特殊，是因为她出生在帝王之家，她的福和宝全给了国家和社稷，福祸相依，这祸就得她自己背了。小公主好可怜。是呗，看外面，福宝体质出生必会天降异象。皇上和满朝文武都扭头望向外面，只见天空突然放晴，红光满天，好美啊！是啊，好美。小公主出生了吗？哎，系统，你刚说小公主活不过1天是怎么回事？这福宝体质刚出生就会招来一劫。皇帝听到这，当即忍不住了，临走还不忘。高爱卿，咦，这是比上次还比？是呗。第2天，我照例站到我的专属 VIP 站位，却见皇帝迟迟不来。系统，这拉屎皇帝不好好上班，干啥去了？睡过头了呗。对了，听说是纯妃生了小公主，皇帝一高兴，直接将之立为皇后。是呗，昨天小公主差点被稳婆害死，还好小公主争气，顺利诞生。接着又差点被宫女偷换皇嗣，恰好被赶来的皇帝碰上，这才安全了。这哪是福宝体质，这应该叫多灾多难体吧？那稳婆和宫女这么大胆，竟敢加害皇嗣。有皇帝在场，他们当场就交代了幕后是丽妃指使，然后皇帝啥也不干，一整天就盯着小公主傻乐。有皇帝护着，这小公主应该就安全了吧？是呗。正聊着，皇上急匆匆跑了过来，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系统，今个怎么没见朕国公的苦碴子了？如今国库充盈，苦碴子去边关镇守了，看情况是要一举击溃北蛮。报，皇上，边关急报，现如今战事处于焦灼状态，长此以往下去，恐对我方不利。这是为何？国库充盈，镇国公骁勇善战，怎会如此？回皇上，本来一切都很顺利，就在几天前，北蛮新来一位将领呼延伯，他精通兵法谋略，与镇国公打得不相上下。北蛮那边熟知镇国公的排兵布阵，而镇国公却对这呼延伯还不甚了解，故而稍落下风。各位爱卿可有对策？兵部尚书上前一步开启了。回皇上，照现在的形势，我方这场仗恐怕十分难打。和北蛮交手这么多年，恐怕北蛮早就对镇国公研究透彻了。兵部侍郎附和道：“是啊，是啊，皇上能和镇国公不相上下，并且快速挽回北我局势，呼延伯此人不容小觑。”皇帝突然看向最近跳得最欢的礼部尚书王爱卿，你有什么计策？说来听听。这个。回皇上，微臣以为可以启用新人，军中不乏熟读兵法之人，或许能出奇制胜。皇帝有些意外地看着礼部尚书，新人虽有冲劲，但经验不足，贸然启用，怕适得其反。况且论对兵法谋略，谁人能比得过镇国公？再者，镇国公这些年对于北蛮地势地貌、风土人情更是颇为熟悉。那若是从别处调一个将领过去呢？
不妥，倘若临时换将，不做新上任的将领需要适应，底下士兵恐怕也不能接受。众人一时沉默，气氛略显凝重。系统这个时代有没有孙子兵法啥的？众人听到心声，全都用余光看过去。这个好像是没有的。哈哈，他们没有，我有啊！我可以把它默写下来，交给皇上，然后送到边关给镇国公研究啊！咦，你还懂这个？看来你涉猎的方面还挺多呀。那是，咱可是把三国、大唐等看了不下10遍里。咦，你换新手机了？旧的呢？旧手机我直接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，全国近2000家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用了很久的苹果14还卖了4000多，不愧是上市公司。要我说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找爱回收准没错。是呗，本大仙还真小看你了，那你赶紧写下来呀。嘿嘿。突然身后传来一道灼热的目光。系统，瞅皇上这意思是要退朝吗？是呗。吸取教训，于是我试探性的向前一小步，看皇上没有阻止。退朝。你打算写多少兵法？那得看我能记住多少。先写36计，瞒天过海，美人计，走为上计。孙子兵法，兵者，国之大事。差不多了。不得不说，你这记性还不错，就是这字是真的丑。切，要夸你就好好夸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毛爷爷的16字方针：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。嘿嘿，好了，收工睡觉。第二天，跟着皇上等人身后，我装作不经意间的将藏在袖子里的兵书甩在地上。哎呀，这是谁掉的书？皇上几人对视一眼，飙演技骂，搞得谁不会是的。如意公公捡到的是什么书啊？拿过来让陛下和大家一起看看。是啊，是啊。兵部尚书接过经书，几人越看脸色越凝重。好厉害的兵书，就是这字迹。就是这字迹太过潦草了些，想必写这书的人应该是不拘小节之人。是啊，是啊。看完了吧？都说说什么想法？回陛下，此兵书上记载的兵法谋略，简直堪称神来之笔。若能运用得当，必能大败敌军。是啊，是啊。如意啊，你可有何见解？突然被点名，打仗的事儿我也不懂啊。不过吹牛谁不会啊？回陛下，这兵书虽好，却也不可全信。战场上瞬息万变，若是一味按照兵书行事，恐被敌军识破。而且这兵书中的计谋，或许敌军也有所研究，应结合实际战况，灵活应变才是。好，你的想法很不错，李爱卿，找人将兵书誊抄一遍，加上如意的见解，加急送去边关镇国公手中。誊抄一遍，系统，这拉屎皇帝是嫌弃我字写的丑吗？是呗。那我现在能把兵书收回吗？如意啊，念你捡兵书有功，朕封你为正四品司礼监总管太监。咦，谢皇上。系统，这正四品是多大的官啊？是不是能天天吃上大肘子了？是呗。系统，终于能天天吃到大肘子了，好幸福啊！是呗。嘿嘿，当太监也没什么不好的嘛，有吃有喝，还有宫殿住，不用还房贷，不用还车贷。是呗。系统，李丞相今个挺开心啊，笑得跟个老菊花似的。李丞相表情一僵，这老菊花老来得子，之前生的全是女儿，所以对他这个小儿子宠得不得了。昨天他这小儿子学习进步，这老菊花就笑到了现在。切，我儿子优秀，我开心笑几下都不行了。那挺好啊，天下哪个父母不希望子女有出息呢？可是他那小儿子是作弊骗老菊花的。什么？我家聪儿那么乖巧懂事，怎么会骗我？是不是这个系统搞错了？其实老菊花的这小儿子在京城里面简直就是一个混世小魔王。哦，咋回事？别看现在只有8岁，但却是京城一霸，在京城里面整天横行霸道，经常欺负同龄小朋友，就连大人有时候也会被他给捉弄到，做的缺德事数不胜数。听到这里，其实有些大臣的儿子就被欺负过，但因忌惮丞相大人的身份，都是有苦不敢言。老菊花也是咱大周朝的老人了，为了大周可谓是鞠躬尽瘁，搞不好他辛辛苦苦一辈子积攒的好名声都要败在这个小儿子手里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他儿子现在是还小，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来，但如若一直这么惯着，将来还指不定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呢，搞不好直接连累整个襄府满门抄斩，株连九族也说不准。是啊，所以有时候我也搞不懂教育出那种熊孩子的家长究竟是怎么想的。他们难道没有想过，他们这不是在爱他们的孩子，而是在纵容他们，把他们的孩子一步一步的往坑上面推吗？惯子如杀子啊！是啊，惯子如杀子。如果情况真如这系统所说，必须得马上改变对这个小儿子的教育方式，一定要对其严加管教。其实像李天霸这样的未成年人，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年纪小，犯了大错，甚至弑瞎了人，就可以免受处罚，或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。这不单单是家庭层面的问题了，还是应该从国家层面来制定相关的法律进行管理。皇帝听了小太监的心声，也是很有感触。他小时候就碰到过类似的事情，瞎了人。因为那孩子才7岁，又是高官子弟，只是关了3个月的禁闭。当时小皇帝就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很是不满，心想有朝一日成了皇帝，一定要好好将这方面的法律得以完善。看来必须马上将这件事提上日程了。
听说老菊花昨天把李小公子拉到大街上打了一顿，向全城百姓鞠躬道歉，并言明小霸王犯下的错可以到他府上说明，他这个做父亲的愿为代过。是呗，当时丞相夫人阻挠，老菊花竟当众打了他夫人呢。听到这，丞相大人也只能闭眼沉默。哟呵，老菊花这么猛的吗？其实丞相夫人一直都知道小儿子的那些缺德事，但就是溺爱，并仗着是丞相夫人不以为意。哦，难怪。不过不得不说，老菊花的确是一位值得让人敬重之人，将心比心，遇到这种情况，还真没人能对自己的儿子下死狠手。是呗，老菊花还能够放下身段，在大街上当着众多百姓的面，诚恳地俯首向众人道歉。古往今来，处在他那个位置上面，能够做到这份上的，也是屈指可数。皇帝听到这里，是也是松了一口气。朕果然没有看错人，老菊，不对，李爱卿不但将此事给处理好了，而且竟然比自己预想的结果还要好。是啊，有句新话说得好，有出息的大多坐在教室后排角落，帝王将相家中多出逆子，所以只要引导得好，将来还是会出人头地的。接下来就看他如何慢慢教育，让这个泼皮儿子改邪归正了。是呗，老菊花虽然对儿子万般心疼，也只是让溥仪去瞧了瞧，知道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之后，就让孩子自己去好好反思自己的错误。不愧是丞相，如果刚刚将孩子打骂一顿，立马又去哄，反而会让孩子误以为是大人做错了，会意识不到错误。听到系统和小太监的夸赞，李丞相又笑成老菊花了。是呗，之后老菊花大刀阔斧地对府上的所有下人进行整治，蛊惑他儿子去干坏事的暴打了一顿杀鸡儆猴。小公子的教育问题，他决定亲自去抓。至于李夫人，如果不能认清什么是大是大非，那么也绝不心慈手软。就应该这样，给老菊花点赞。系统，这下面是谁呀？这么骚包，还没入冬呢，就裹着个棉被。这骚包是三皇子，从小就被流放在宫外20多年了，这也是第一次回宫。三皇子陡然听见小太监心声，也只是微微惊讶。这么多年，他早已学会不喜怒于色，面上表现十分平静。从小就被流放在宫外，真是可怜。是呗，幸好其母妃自幼陪着，才不至于让他迷失方向。话虽如此，母亲在身边固然很好，可母亲代替不了父亲的。系统，你说他就不怨皇上吗？我就不信，他心里一点都没渴望过父爱，在得知自己是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放弃的时候，心里一定不好受吧。听到这，三皇子也很好奇，这个所谓的系统到底多么神通广大。这骚包从3岁开始启蒙，5岁就能识文断字，10岁便明白自己想要什么。从那时候起，他就已经在谋划了如何光明正大的回到皇城。听到这，三皇子心底杀意渐起，眯着眼睛盯着小太监。谁都不能成为我的阻碍，这人不能离。咦，看众臣这反应，是都能听到吗？其实他这么做最大一部分原因，倒也不是因为自己，而是为了德妃。当年因德妃生他时候天现异象，不仅仅是他被遗弃，德妃也因此受到影响，说他生下灾星，是个妖女。为保护孩子，德妃带着小骚包离开京城。之后这宫里，德妃之名就是禁忌了。他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给德妃证明。为母亲证明，是身为子女应做之事。他若是冷眼旁观看着，害怕为德妃证明而失去皇子身份，倒叫我看不起他了。是呗，从10岁就开始筹谋这一切，可见他是个懂得隐忍，也懂得谋划之人，倒是比皇室看到的那几个皇子厉害得多。如今他剿匪有功，前来面见陛下，就是最好的契机。希望他能够成功，毕竟德妃也是个奇女子，能够在被流放出宫的状况下，还将三皇子培养成如今智勇双全的模样，可见他心性很好，也不会以怨报怨。否则三皇子如今就不只是为德妃证明，而是想要杀了皇帝，自己称帝了。三皇子听到这，原本的杀意尽退，没想到这小太监居然能够如此懂他。这两小祖宗是真敢说啊！对了，这骚包出生时天现异象，不应该是五运加身的好事吗？是呗，但被人用此大做文章，害得他遭受遗弃。居然用此事做文章，钦天监好大的胆子！听到这，满朝文武才明白，原来真相竟然是这样。三皇子也心中微酸，多年的谋划，竟被这小太监一语道破。多年的狗王爷生活看来不同。父皇，好了，朕都知道了。虽然只有一句话，但三皇子知道自己的目的达到。系统，咱聊咱的，不管他们，又没我啥事。对了，之前好像听过三皇子的传闻，说这骚包号南风。众大臣听到这，都悄悄远离了一些。三皇子20年的隐忍功底也彻底破防，彻底放狂。被叫骚包也就算了，特么的是谁乱传的？非也，没有检测到这骚包有好南风倾向。还好这小偷是明白人。众大臣也装作若无其事的站了回去。起因应该是曾经有一位县令庶女想要爬床，结果被这骚包当众扔了出去。真是辣手摧花啊！看来这美人计对这骚包不管用啊！这拉屎皇帝可没有这定力，后宫那么多嫔妃，肯定不会放过这机会。我特么的赐你一马牌，真像是那种色鬼投胎吗？突然，我又感觉到皇帝那灼热的目光。系统，皇上这是要退朝了吧？是呗。
例行早朝，我依然站在专属我的 VIP 站位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礼部尚书上前一步道：“陛下，今年科举一事暂无主事人，请陛下定夺。”科举系统，这历来考试什么的都有作弊行为，这古代的科举是不是也有舞弊现象？是呗，徇私舞弊历来皆有，不乏一些提前得知答案，买官泄题，亦或者从经手监考官中提前写好答案的，或者买通寒门学子代为考试。嚯，这么多！是呗，在古代，寒门学子的10年寒窗苦读，根本抵不上豪门贵子金钱开路。是啊，古代寒门学子想要出头，确实太难了。不过这也好解决。咱可以模仿现代的高考啊！现代高考是什么？也是科举吗？底下的礼部尚书眼珠里左右乱转，脑子转得更快。高考有身份证和准考证号，咱就可以给这古人来个自画像，写上名字并颁发个号牌。咦，你的想法不错。嘿嘿，对了，考卷也需考生写下名字和号牌，交卷后立马封住。阅卷打分者只能看到答题部分，最大限度杜绝徇私舞弊现象。听到这，底下有部分大臣又想起套麻袋的事，不得不说礼部尚书的脑子就是好使，立马就捋清楚。陛下，臣有一计。皇帝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礼部尚书王爱卿，你可要想清楚了再说。陛下这是在点我了，可以说，但不能被小太监发现端倪，还不能不说。回陛下，臣有一女，擅长画像，可以将报名考生的身份腰牌合字画像一起验明，才准许入院考试。咦，这老家伙思想很前卫啊！是呗。好想法，这样可以杜绝有人代考。这以前怎么没发现这老灯脑瓜这么好使呢？看来得挖掘一下。好，科举一事就全权交由王爱卿，其余人等全力配合。这次阅卷，朕会亲自参与。咦，系统，看这拉屎皇帝眼神，他什么意思啊？我查一下。咦，你又换新手机了？旧的呢？旧手机我直接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用了很久的华为 Mate 60还卖了4000多，不愧是上市公司。要我说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找爱回收准没错。该你喊退潮了。明白。退潮。看着皇帝满意的表情，给自己点个赞。系统，这3人就是拉屎皇帝亲自挑选出的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前3甲吗？是呗。哟，这探花和寻欢真像，有我一半帅了。要不我送你一个镜子？切。其实探花的第3名很有水分的，说是前3甲，其实不一定是第3名，而是所有进士里长得最帅的一个。虽然这是大家都默认的，但被特意强调出来，大臣们还是有点尴尬，尤其是探花佟怀恩。这就是王大人强调的新生吗？果然神奇。哈哈，这次系统可说错了。佟怀恩是朕很看好的一个进士，才华横溢，策论大胆，又有可实践性。如果不是太年轻了，朕都准备点他做状元的。正好他长相也十分俊秀，这才让他做探花郎，压一压他的锐气。这探花佟怀恩的遭遇，就像是活在戏文里似的。哦，怎么说？他与老家的一花魁女子两情相悦，上京赶考的盘缠也都是这姑娘资助的。哦，花魁娘子和穷书生的故事吗？穷书生如今考上了，脱离苦海，是不是要上岸第一箭，先斩意中人？非也，这佟怀恩金榜题名，也没忘记那女子，现在还一心想着回去娶她呢。哦，他难道不知道娶一个风尘女子为妻，对自己的仕途不好？他知道，但不在乎。他认为没有他，就没有现在一跃龙门的佟怀恩。这系统还真是了解我啊！好，是个汉子，这怀恩的名字没起错。可惜他还不知道，他老家的县令看到他金榜题名，想要把他捉去当女婿呢。如今怀恩是陛下钦点的探花，他一个小小的县令，不能怎么样吧？是呗，但这县令会以那风尘女子做要挟呀。听到这，探花佟怀恩再也坐不住了。陛下，草民思乡心切，想……不用多说，你去吧，刘爱卿跟着。是，陛下。咦，这探花怎么哭着跑了？想媳妇了呗。那这刘护卫咋地？也想媳妇了？是呗。哎，系统，听说李探花连夜赶着回去见他媳妇了。是呗，路上碰到当地县令在欺辱妇女，被随行的刘护卫就地正法了。该我生平最看不起的就是爱凶女人的男人，不知道女人为水，水即是财，爱妻者风生水起，亏妻者百财不入的道理吗？咦，你还挺有文化吗？嘿嘿，也不知道今日朝会持续到什么时候，早膳太早了没吃，每次午膳都推迟，这上班时间真应该改一改。陛下，最近有不少胡人涌入京城，大肆采购各类物品，导致如今京城物价飞涨。胡人这么有钱的吗？非也，这钱是五皇子的。哎，老五是想干啥？咋回事？这五皇子是要反了吗？底下大臣们这回也懵了，这是我们能听的吗？胡人那边常年战乱，物资短缺，于是胡人的可汗派人找到五皇子，以冶铁之术换取银钱。胡人的匈奴之地虽然物资匮乏，但他们的冶铁制冰之术领先各国。如果把这技术交给裤衩子，他早就班师回朝了。
这冶铁之术必须搞到手啊！裤衩子不在，还怪想念的。是呗，五皇子就是看中这冶铁之术，为即将到来的太子之争做准备。但我听说这五皇子整天沉迷女色。是呗，每日酒池肉林，根本不及小骚包半根手指头。你别给我拉仇恨啊！我只想苟着当个逍遥王爷。那这虚货哪来的这头脑？主要还是这虚货的母亲淑妃，齐温家财力雄厚，这淑妃也不甘于一个妃子。咋地？他还想垂帘听政啊？他倒也没那么大的志向。对了，这胡人用冶铁之术和皇子交易，难道他不知道这冶铁之术被皇子掌握会发生什么吗？还是说就是想要引发我大周内乱？是呗，这胡人就是受可汗之命来大周以冶铁技术为饵，与大周众皇子交易，五皇子就是第一目标。哼，这胡人干完小活，痴心妄想，竟敢挑衅我大周，活腻歪了吧？等我裤衩子回来收拾你们。其实不止大周，相邻的昭国、徐国和邻国，他们都有派人前往，并且从中煽动内乱。哟呵，这胡人志向远大啊！匈奴屁大点地方，想开疆拓土，一次就打上4国主义，胃口是不是太大了点？是呗，现在昭国皇室得到了冶铁之术，昭国已经爆发了宫变，还有那前朝公主也插了一脚，那叫一个乱。哎，系统，那咱这边的胡人将冶铁之术放在哪里？咱告诉陛下，提前把这冶铁之术抢了，是不是就避免了内乱？是呗，这冶铁之术就在这胡人头领手里，他谁都不信任，亲自保管着。机灵的礼部尚书最近脑子越来越好使了，向前一步道：陛下，胡人这番动作肯定图谋不轨，臣建议将其捉拿拷问。陛下，此举不妥，如果没有理由就乱抓人，有损我大周颜面。爱卿说的对，不能没有理由就抓人。机灵的礼部尚书听到了重点。陛下，这胡人毕竟是咱大周的客人，臣建议安排一些护卫，多注意他们在京城的安全。皇帝欣慰地看了一眼礼部尚书，好，此事就由刘爱卿负责，王爱卿辅助。嘿嘿，这小太监又给朕当了一灾呀，怎么奖励一下呢？咦，系统，我怎么感觉皇帝在对我笑，笑得我心里发毛？给你个好脸子还发迷，我特赐你一麻袋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这眼神我熟，是要退朝了吧？是呗。例行朝会，我拖着还没睡醒的身体站到专属我的 VIP 站位。哎，系统，古代信息落后，真是太要命了。这上个朝拉屎皇帝倒是舒服了，坐着不累，可连我们一站就是大半天，天天起得比鸡早，难怪古人寿命都不长，睡眠不足，能长寿才怪。陛下，边关捷报，多亏了陛下及时送去的兵书以及新的神兵利器，镇国公带领我军近来和北蛮的战役场场获胜，相信很快就能班师回朝了。好啊，酷。镇国公从不让朕失望，等他回来，朕要给他办庆功宴。咦，系统，大家都挺高兴的，怎么刘护卫满脸愁容？这么明显吗？反正自己解决不了，何不再次求助这新生一下？陛下，近日各地有报案称，家中女儿在成亲前夕失踪，找到的时候已经被人玷污，有的自尽了，有的疯了。各地官差追查都没发现踪迹，兹事体大，这才将案子送给微臣，希望朝廷能派人增援。系统，这些失踪案是不是一人所为？是呗，此采花贼名为马伯光，16岁时考中秀才，定了亲，在成亲前夕发现未婚妻与人私通，当天晚上他就将未婚妻以及奸夫祭天，因此对于即将成亲的女子心生厌恶，也不再走科举之路，而是堕落成采花大盗。但凡他知道谁家闺女要成亲，他都会在成亲的头一个晚上把人掳走，毁其清白。什么？他未婚妻犯的错，凭什么让别的女子承担？简直就是变态！陛下，此人不捉拿归案，还不知有多少女子被害，臣恳请让其一位处审。臣附议，仅一位高手云集，此人犯案多年没被抓到，想必武艺高强，若是普通侍卫，恐难以制服。系统，此人武艺如何？战斗一般，但轻功了得，一般侍卫是追不上的。哦，那此人现在在何处？这3个月犯案都没被抓到，觉得京城的官员也不过如此，如今就潜伏在京城，伺机而动。哟呵，这么嚣张的吗？他怕不是脑子不好使吧？天子脚下也敢这么猖狂？不过送上门来也好办了，咱找梁锦衣卫假意结婚。陛下，臣有一计。不得不说，机灵的礼部尚书都会抢答了，都不等新生说我。王爱卿说来听听。宰府府的千金与4皇子早有婚约，何不趁此机会提前举办？咦，礼部尚书的计策真多啊！是呗。好，朕赚了。这老东是脑袋开悟了吗？满朝文武就他反应快。刘爱卿，你亲自处理此案件，其余部门必须全力配合。系统，所以说这拉屎皇帝还是个好皇帝嘛，为国为民，不懦弱，够果断。是呗。小太监夸奖的话，皇帝听着怎么就那么不得劲呢？但又找不出缘由。嘿嘿，系统就是这个感觉，这是退朝的眼神。也不等系统回话，我就熟练的向前走了2步。退朝。系统，这下面是6皇子吧？怎么看着不太聪明的样子？是呗，不及我小烧包半根手指头。你们又给我拉仇恨，
这老六打小就不怎么聪明，7岁还干了一件震动整个朝堂的大事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居然能震动朝堂？这老六7岁那年不想去学堂上课，苦于找不到借口。听闻旁边同窗的祖母过世，便可休学3日。他立刻同夫子说他爹死了。哈哈哈哈，这也太不着调了吧！夫子一听，皇帝驾崩了，这还得了？赶紧让老六先回去。他则联系文武百官，全部赶往皇帝寝宫。这老六不知道死了到底意味着什么，只知道因为他爹死了，自己能够休息，还悠哉的去街上买了糖人和烧鸡。等拉使皇帝了解始末后，老六也回到了皇宫，手上还拿着冰糖葫芦。哈哈哈，这顿毒打怕是1天时间不够。是呗，还没完呢。哦，还有。过了1个月，伤养好了，又得知生病也可以不上课，就学着后宫的妃子装病。但是那个妃子是怀孕，所以妃子呕吐，她也呕吐；妃子难受，她也跟着难受。有一次，妃子找皇帝说肚子里的小孩在踢她，被这老六知道了，也去找皇帝说肚子里有小孩在踢她。然后皇帝看着他，陷入了沉思。哈哈哈哈，这到底是什么奇葩？他想要装生病，不是有很多种装法吗？为什么非得学人装怀孕？哈哈哈哈！文武百官也拼命地掐着自己的大腿，让自己不要笑出来。6皇子的脸色通红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3皇子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事，努力憋笑，鼻孔都变大了。皇帝嘴角疯狂的抽搐，但是这个愚蠢的儿子干出这样的事情，确实挺让人好笑。你说你装感染风寒不行吗？非得装人家怀孕？当时皇帝在喝茶，6皇子一个小小的人就跑了进来，然后一脸虚弱的说道：“父皇，你摸摸我的肚子，是不是里面的孩子在踢我了？”皇帝嘴里的茶直接喷了出来，服侍的李公公下巴也差点惊掉了。哈哈哈，系统还有吗？他应该还做过不少这样的事情吧？是呗，这老六做的奇葩蠢事多着呢。8岁尿床，怕被人发现，就把自己的铺盖和4皇子的换了，还恶人先告状的说4皇子尿床了，大家就看着他穿着湿漉漉的裤子，指责4皇子尿床。皇帝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，想不到这老六居然还做出这么多千奇百怪的事情，这个尿床朕还真不知道。这边系统也已经说上头了。还有呢，他和6皇子妃的相遇也特别的奇特。6皇子妃是将门之女，性格大大咧咧没心眼，这老六一眼就相中了。但是6皇子妃喜欢身强力壮、具有阳刚之气的男儿，这老六太秀气了。为了证明自己有阳刚之气，他天天跑到人家面前打拳，搞得6皇子妃以为他是过来挑衅的，然后2个人一见面就打架，一见面就打架。哈哈哈哈！这种追人的方式，古往今来都从来没有见过啊！这老六的脑回路到底是怎么长的？那这老六是怎么把6皇子妃给追到手的？这个追妻的事情还真没几个人知道，众人也非常好奇的竖着耳朵听着。也不是很奇特，3皇子妃不小心把老六打骨折了，然后这老六就借机赖上了人家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抱着人家的大腿，说自己残了没人要了。6皇子妃看他实在是太可怜，就答应了，他就这么抱得美人归了。不然人不要脸，则天下无敌。是呗，这个方法很好啊，至少我把人给娶回来了，只要结果是好的，过程管他呢。咦，干嘛都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我讨媳妇用点心机怎么了？吃你家大米了咋地？得了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这个六子脑子不太行了。不过也许是福呢，做个逍遥王爷也挺好。哈，明白。退场。咦，系统，今天这大殿怎么感觉静悄悄的？都没有天下大事要讨论了吗？非也，他们现在正在为一件大事发愁呢，都没有好的解决办法。哦，怎么了？眼看就要到了秋收的时候，不知道从哪里飞出大量蝗虫，在田间肆虐。虽然只是在岭南一带，但想不出办法制止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哦，大量蝗虫啊！哎，大周今年怎么感觉流年不利？刚送走了洪水、瘟疫，这又有蝗虫肆虐。是呗，不就是区区蝗虫啊？随便来个9年义务的娃娃都能轻易解决。什么娃娃这么厉害？满朝文武都束手无策的满天蝗虫都能够轻易解决。满朝文武也竖起耳朵。小学话本就有写到蝗虫营养丰富，肉质紧实，如同鸡肉一般，吃了还能让身体更加健壮。用油一炸，那叫一个香！哎呦，说的我都流口水了。吃了蝗虫能吃还香。底下大臣一个个也是养尊处优，听到吃蝗虫也是一阵恶心。皇帝突然看到礼部尚书，以往都是这老登跳得最快，怎么这次没反应了？王爱卿啊，你可有良策？这个，回陛下，要不试一试，这蝗虫能不能吃？好，王爱卿，那就由你带头。今天是好了，明天早朝汇报。哎，我就知道会是这样。如意公公，你可别坑我啊！这老登怎么幽怨的看着我？我又没吃他家大米，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是呗。第二天，礼部尚书满脸开心来上朝，
启奏陛下，这蝗虫是真能吃，而且还是不可多得的美味，可油炸、烧烤，这是天赐啊！哎，系统，这蝗虫还有什么吃法？这蝗虫不只是油炸和烧烤，还能爆炒、清蒸、煮汤等等。可是系统，蝗虫虽然能吃，但在这古代第一个下口也得莫大的勇气啊！这老登真吃了。是呗，不吃可就是欺君。昨天一天他都没敢下口，今早上朝前才吃的。听到系统的肯定，好，王爱卿把这制作方法交给酒楼，然后宣告天下百姓抓捕蝗虫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臣有奏，这几天大量百姓抓捕蝗虫送去酒楼，各大酒楼的蝗虫也卖得不错，但最近酒楼的蝗虫开始堆积滞销了。那蝗虫如此美味，怎会滞销？微臣不知。酒楼卖那么贵，有几个能天天吃得起？不滞销才怪！要想解决那么多蝗虫，肯定是要天下百姓一起吃的呀！机灵的礼部尚书脑子转得飞快。哦，陛下，臣有一计。皇上鄙视的看着礼部尚书，这老登，你这是又在线了吗？快说啊！回陛下，蝗虫滞销是因为价格昂贵，只有少部分人能吃得起。臣提议将蝗虫烹饪方法宣告天下，变成民间美食，价格压低，让所有的百姓都能吃得起。咦，这老登还怪聪明的来。是呗。好，王爱卿，此事就交给你去办，各部门全力配合。这小太监竟然如此厉害，满天蝗虫都能如此轻易解决，要不要奖励一下呢？咦，系统，我怎么又感觉到皇帝在对我笑，怪瘆人的。我特么的奖励你个虫子，赐你一麻袋。嘿嘿，系统就是这个眼神，是不是到了退朝的时候了？是呗。退朝。哟呵，系统，裤衩子回来了，这是完全击退北蛮了吧？是呗。裤衩子谁呀？你俩能不能别老提我裤衩子的事？闹归闹，国家大事还是得讨论的。陛下，北蛮已对我大周俯首称臣。好，高爱卿，平定北蛮，朕重重有赏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？陛下为我大周国开疆扩土是微臣分内之事。不急，你可以慢慢想，朕给你记着。礼部尚书迫不及待的上前一步。陛下，大喜事啊！微臣在京城管理的小吃非常火爆，只是想全国推广，臣恐怕会有些忙不过来，想带高将军一起。皇帝还没回话，郑国公就小声抱怨：咱可是声名远扬的武将，岂可去做你这不入流的生意？可是，一天能赚几千两黄金？多少？几千两还是黄金？那能买多少裤衩子啊？臣愿意为陛下分忧，末将就算赴汤蹈火，也义不容辞。你铮铮铁骨的武将呢？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咦，刘护卫怎么这个表情？咋地？媳妇跟人跑了？谁媳妇跑了？非也，京城周边涌来了一批难民，刘护卫在发愁呢。难民，这是咋回事？咱大周在拉屎皇帝这些年治理下，不说全民小康，但也丰衣足食，有地方发洪水了吗？是呗，正值晾晒食盐之地的丹阳一带持续降雨数月，致使河堤溃烂，洪水滔天，盐田被毁，盐农无容身之所，都变成难民了。洪水冲了盐田，盐农变难民。那完蛋了，紧跟着食盐就会涨价吧？是呗。这可不行啊，有油没盐，急死大厨，这可比没米下锅还要难受。不对，盐在古代可是国家的命脉啊，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混乱啊。什么这么大的事，到现在都没有报告上来，看来得换一批了。系统，丹阳郡名下的几个县乃是严复重地，河堤定然每年加固，每年修缮河堤的款项也都是如数拨发，难道被贪了？这数额这么大，难道就没有仗义敢言的官员捅破此事？听到这，有部分官员表情不自然了。非也，20年前有一位叫做曾比干的六品河道员外郎揭露过此事，但奈何前宰府极力遮掩丹阳相关事宜，朝中涉及利益的大臣也积极响应，最终曾家落得个抄家流放的下场，其独女也沦为了头牌。此事皇帝也知道，只是当时还年轻，话语权不够。看来是该给当年的事画一个句号了。哎，这用屁股想都知道，不就是法不责众吗？是呗。不过今年盐量大幅度减少，百姓们就苦了。没有盐，那些需要腌制的菜肉等可就要腐烂完了，不少人也会失业，没办法养家糊口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是呗。听到这，皇帝也是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了。还有解决办法？丹阳郡郡守一人就可解决今年的缺盐危机。哦，他有盐。何止是有盐，还有钱，他私藏的盐都可供大周全国吃1年有余了。什么？看来这是刻不容缓了。皇帝向礼部尚书打了个眼色。哈，收到。陛下，最近京城附近有难民出现，臣觉得此事有蹊跷，还请陛下下旨彻查此事。皇帝欣慰并赞赏地看了一眼礼部尚书。我大周国如今国泰民安，怎会出现难民？御臣，而臣在。朕现在命你彻查此事，并赐你先斩后奏的权利，留护卫辅助。陛下这是要大割肉了，还有太子之位。哼，退朝。
系统，他是不是抢我台词了？是呗。咦，系统，皇帝这2天怎么总迟到？他也不爱上班嘛？是呗，谁喜欢上班？你喜欢呢？说的也是哈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咦，系统，他又抢我台词，他咋急匆匆的？裤衩子也回来了。如今国泰民安，这拉屎皇帝天天守着楚楚长公主，宝贝的很。也是楚楚长公主刚出生，又是第1个公主。可惜这小公主还不能说话，不然早就叫唤说吃不饱了。什么？朕的长公主吃不饱？关乎到宝贝公主的事，皇帝就有些忍不住要提溜起小太监问话了。啥？怎么可能？后宫的淑妃怀了皇嗣，每天都把好肉好菜都拿走，导致照顾小公主的奶娘吃不好，奶量就不够吃了。那这奶娘不知道上告吗？拉屎皇帝这么疼爱小公主的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淑妃什么级别，奶娘又是什么级别？哦，后宫内斗嘛，可怜小公主还没满月就要经历这种东西。不过这淑妃为啥针对小公主？听到这，本来要直奔后宫的皇帝又耐心听着。这淑妃认识一个道士，听他说小公主会克他腹中胎儿。哼，道士，又是道士！上次害我拉了3天，这拉屎皇帝称号摘不掉，这次竟然想害朕的长公主，哼，真等老子提不动刀了吗？高爱卿，咦，这还没2分钟呢，咋地？纸都不住了？是呗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礼部尚书跨出机灵的小步伐。陛下，臣有奏，随着苦。郑国公击退北蛮消息散出，域外的摩洛国想要归顺我国，并派出1位皇子携带贡品，3日之后将抵达皇城。他们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要跟我国联姻。联姻？他想娶朕的公主，想屁吃呢！要想联姻，让他们的公主嫁给朕的皇子。哟呵，拉屎皇帝霸气啊！是呗，如果能让摩洛国的公主嫁过来，也算沾大光了。哦，怎么说？这摩洛国的公主可是个大美女，还带有域外风情的大美女。听到这里，就连3皇子都好奇起来了。算了，不说公主了，说多了也和我没关系。这域外皇子都带什么贡品了？就一些周朝不常见的手串、项链、珠宝什么的。哦，那没啥意思。是呗，其实这摩洛国是有好东西的，而且还是大周现在急需的东西。这小小的摩洛国还有好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就是土豆、红薯、番茄等等。切，那算什么好东西？不对，这是古代没有的。土豆、红薯产量大，储存得当，能吃1年。无论是对军队还是百姓，都是好东西啊。是呗。好东西啊，该怎么要呢？突然，皇帝看见礼部尚书，于是又打了个眼色。陛下，臣有一计。快，王爱卿，快说说。回陛下，微臣查到这摩洛国是被战败不得已才找咱大周求庇护的。臣建议，如果要庇护他们，那他们得拿出对咱大周有用的东西，比如他们的土豆、红薯等土特产的种子。咦，这老登知道的真多啊！是呗。好，就依王爱卿所言，我怎么看这老登是越来越顺眼了呢？系统，皇帝站起来了，是不是该退朝了？是呗。那我得赶紧，别被他抢了我的台词。退朝。哎，系统，听说摩洛国答应了咱大周的所有要求了。是呗，不答应，他那小地盘可就没了。嘿嘿，如今有了红薯、土豆等，咱大周人人就都能吃上饱饭了。这拉屎皇帝都快配得上千古一帝的称号了。是呗。千古一帝，千古一帝，哈哈，会夸你就多夸点。哦。启奏陛下，东边的大金国前些日子接连收复周边小国，今日也对我大周国蠢蠢欲动。陛下，老臣愿往，祝我大周国泰安康。可怜的裤衩子刚从北边回来，就又要去东边。是呗，不过这大金可不一样，他们善骑射，裤衩子也年事已高，恐不能力敌，说不定会回不来。什么？裤衩子为国征战多年，怎会不敌？陛下，老臣愿为陛下为我大周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高爱卿，机灵的礼部尚书也不希望裤衩子战死沙场。CPU 超负荷运转。陛下，臣有一计。哦，王爱卿快讲。陛下，我大周人才济济，咱们可广纳贤臣，定能击退来敌。皇帝欣慰地看了一眼礼部尚书，你是懂怎么解决问题，然后静等心声。就是啊，系统，咱大周是不是还有能人没有被发掘出来？是呗。哦，那快说说是谁？我偷偷给拉屎皇帝递奏折。听到这里，满朝文武也都竖起耳朵。就是裤衩子的六女儿。是个女子。听到是个女子，满朝文武沉默了。在古代重男轻女、传男不传女的观念中，沉默。虽是女子，却有大才，堪比花木兰、穆桂英。夫好了。话虽如此，哎，等等，系统，花木兰、穆桂英我知道，这富豪是哪个朝代的名将吗？哎，没文化，给自己查去。咦，你又换新手机了？旧的呢？旧手机我直接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用了很久的 iPhone 14还卖了3000多，不愧是上市公司。要我说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找爱回收准没错。话虽如此，但在这男尊女卑的年代，女子就像笼中鸟一样，动不动就砍胳膊砍腿的，甚至刺死都是一句话的事。
这六女儿郑国公是知道的，从小就偷看他练武，每次看他也都是非常崇拜的眼神。是呗，历史上很多家族和朝代，如果能重用女子，就不会那么快的消亡了。古人就是太刻板了，就算女儿是天才也不用，儿子明明是草包，却让他继承家业，天不亡他亡谁？据某专家说，女儿才是最能继承父亲优秀基因的，无论心性、学识还是长相都会更随父亲。是呗，裤衩子的这个六女儿是他所有子女里最有将才的，不但武艺高强，兵法也有自己的见解，加以培养定成大器。回头我就找裤衩子好好说说。对了，系统，你再跟我说说咱们大周还有多少奇女子？听到这，满朝文武都期待着会不会有自己的女儿。刑部侍郎的二女儿极有侦查天赋，比刘仁杰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工部尚书的大女儿记忆力和心算超人一等，是个经商的好苗子。李大人的二女儿天生神力，是个练武奇才。陈太医的三女儿等等。台下诸位被点到女儿的大人心里更是惊涛骇浪，他们纷纷互相对视，眸光中开始酝酿一场浩大的改革。哇，这么多啊！如果不能破格启用女子为官，就太可惜了。是呗。皇帝听到这，想起了后宫可爱的突出小公主。好，就依王爱卿所言，广纳贤臣。随后还给礼部尚书一个演戏的眼神。明白。陛下，陈听闻高将军有一爱女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是个将才。裤衩子没反应过来，小声问礼部尚书：“哎，老王，你听谁说的？”你别说话。这次选拔不分男女，只要有才，皆可入朝为官。陛下圣。退朝。嘿嘿，系统，拉屎皇帝还是很开明的嘛，就允许女子入朝为官，这事就很前卫啊。女子能顶半边天，这样大周朝才能走得更远啊。是呗。哎，等等，奶奶的还是晚了一步，又被他抢了我的台词。系统，这拉屎皇帝还真是个开明的君王啊！昨天分别举办了新科举和新武举，还真发现了大量有才能的女子。是呗，裤衩子的六女儿在比试中也是大放异彩。听到系统的夸奖，郑国公心里美滋滋。朕一点都不羡慕，朕有出租公主了。陛下，臣有奏。王爱卿有何事启奏？微臣以为，士农工商，商议是国之本，不应该受到歧视。这四者在国家运转中，缺一不可。咦，这老登前段时间经营小吃生意，大彻大悟了啊！是呗，你日进斗金，你也会大彻大悟。那你说这商人该如何？商贸互通。就如今来说，昭国懂养蚕善织布，邻国擅长畜牧业，还有别的小国各有特色。我朝得天独厚，物产富饶，粮食一直居于各国之首。即便如此，还有百姓缴了粮食税之后，需要加上野菜才能度过最后1-2个月。条件差的，一年到头碗里有米的日子屈指可数。王大人，此言差矣。我说的如何不对？据我所知，百姓良田并不少，如何会有吃不饱这种情况？而且这2年的税负已经减少了好几成，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。还有，若是商人的地位提高，他们的野心随之变大，谁能够保证他们不会滋生不该有的野心？户部侍郎说完，朝堂上的大部分官员还是很认同的。咦，系统，怎么感觉大部分人都在反对老王提高商人地位？如果商贸互通，那咱大周的 GDP 不就提高了吗？提高不就代表大周富有了吗？是呗，这其实是古人封建思想的一种体现。古人认为辛勤劳作所获得的丰收是正道，而商人的四处游走，不种田地，不圈养牛羊，是一种不务正业的表现。原来如此。礼部尚书思索了一番心声，虽然有个别词听不懂，但听这2位的意思是支持我的呀，那就好办了。那依赵大人之见，你户部所管理的国库还可以救济几次灾难？国库空虚后又该如何？增加赋税吗？这赵大人觉得银子是否重要？银子固然重要，但什么？赵大人视金钱如粪土，那你可以把你的俸禄尽数捐给穷苦百姓吗？我想请问在座各位，有谁家里没有3、2间铺子的？系统，我觉得老王说的对呀。是呗。礼部尚书看着哑口无言的众大臣，还有心生的肯定，只感觉胸中抱负不吐不快。陛下，大肆发展商业，并不是壮大商人野心，而是给百姓多一条出路。等工部将红薯、土豆培育好，最多1年时间，粮食绝对能够丰收。还有农民起义，起的是朝廷不仁，圣君昏庸，这才导致揭竿起义。但我大周，陛下圣明，朝廷有作为，百姓如何才会想不开来起义？百姓们吃饱穿暖，只会对朝廷感激涕零。再说到商人，商人只为利益赚钱，或许会有异心滋生，但我朝廷军队都是饭桶吗？裤衩高将军是酒囊饭袋吗？若是连这点都掌控不好，怕这个怕那个，国家如何运转？等下次再有灾难，国库空虚时，请问你们还能自掏腰包几次？说嗨了，差点没兜住裤衩子。老王说得好，虽然我没听懂，不会夸就别说话。礼部尚书的一番发言，众大臣也不是全都能听懂，但就是觉得他说的甚为有理。朝廷在商会中选取皇商作为商会会长，每年的商会由朝廷主办，只要按章缴税，商人之于国家，不比百姓差。那都从商了，何人种地啊？没有粮食，再有钱也没用啊。千年后改革开放，国家大力支持商业，也没见没有粮食啊，担心这个吃饱了撑的。听到心声后，礼部尚书更加硬气了。士族还排第一呢，那怎么不人人当官啊？这如何相提并论？
如何不能？当官不容易，做生意就容易了。民以食为天，商人利益固然令人心动，但也不是谁都做得了的，所以粮食问题大可不必担心。那这皇商又该如何选？当然是用钱买啊。朝廷发展商业是为了什么？当然是为了充盈国库啊！他们不展现自己的财富实力，如何能取得皇商名头？每年商会重选会长与皇商，有竞争才有进步，等打通与他国贸易，他们赚的绝对比现在多得多。其他国家哪有那么容易让商人介入？我朝也是一样，若是有细作混入其中，如何防范？那你说现在我朝有没有他国细作？没有人敢反驳他这个问题。哪个国家没有细作？就算是其他国家，也有大洲的细作在。即便如此，那想要跟其他国家做到真正的贸易互通，那也是不可能的事，还需要使者前去各国，能不能成还不一定。外交使者是拿来做什么用的？对了，我说怎么这么熟悉？老王提的这个不就和丝绸之路很像吗？如果推行成功，这将是跨阶段的进步啊！拉屎皇帝在位期间能够使咱大周实现真正的富国民强，那他绝对是千古一帝，名垂青史啊！是呗？千古一帝，名垂青史。好，做得好，王爱卿，此事你着手去办，所有人都必须全力配合，不得有误。嘿嘿，盯了半天了，系统拉屎皇帝站起来了，是不是要退朝了？是呗？那我得赶紧，别再被他抢了我的台词。退朝。咦，系统，下面这是九皇子吧？这一脸不情愿的是咋地了？这是三哥提到的新生吗？果然神奇。他呀，不愿意上朝呗。为啥不上朝？怎么给拉屎皇帝展示自己的才能？难道他对太子之位不感兴趣？是呗，这九皇子不爱权谋之术，只喜欢医大。咦，一个皇子居然无心权力，反而对医术有兴趣，那他就有点不务正业了。就是，身为皇子，怎能去研究医术小道？不过医生在后世也算是三大铁饭碗职业之一了，那也是多少人向往的职业啊。是呗。听说这九皇子秉性纯良，温和之理，倒也挺适合当医生的。是呗，九皇子年幼时还被邪医抓走过，也没改变他想学医的信念。被邪医抓走，咋回事？皇宫守卫如此森严。这九皇子从小一直想要学医，他多次跑到太医院去，但是太医们没有得到允许，不敢明目张胆地教他，怕拉屎皇帝和其母妃知道了会责罚他们，所以他就自己在皇家学院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挖了个狗洞钻了出去。好家伙，古有匡衡凿壁借光学习，这九皇子来了个挖狗洞外出学医，那他怎么被邪医抓走的？这九皇子刚出去就碰到了一个江湖大夫，在街上摆摊治病，还说要收一名关门弟子。咦，那九皇子就把自己送上去了？非也，他并没有直接上前，而是观察了好一阵，发现这江湖大夫真的看一眼病人就能够对症下药，而且还有不少前来道谢说治好他们疾病的百姓。观察了大半天后，他对这人的医术越来越感兴趣，等他收摊后，便自认为是的，暗中跟着。有点小聪明，但不多，一点行走江湖的经验都没有啊。是呗，到城外一条无人的小路上，这江湖大夫问他为什么跟着自己，这九皇子就傻乎乎的将想要学习的心思全部明说了。江湖大夫看九皇子穿着不凡，举手投足充满了贵气，原本还有点担心麻烦缠身，谁知这傻皇子为表明学医决心，自曝说是从家里偷跑出来。这九皇子是够傻的，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，还主动交代自己的全部信息。是呗，这江湖大夫用这样的方法骗了不少一心想学医的孩子了。哦，他是人贩子。非也，他医术是有点，但没有医德。巧合下得到一本残缺的医书，上面有不完整长生药的秘方。他骗走这些孩子，就是想做实验。那这傻皇子不就危险了？还有，他骗了那么多，就没人报案吗？自然是有人报过案，但此人极其狡猾，每次作案的地方都不一样，骗走一个就立马转移到别的县城。这人好歹毒，长生，这世界上哪里来的长生？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是呗，好在刘仁杰追踪技术过硬，不到1天就寻来救下了这傻皇子。所以安全风险与防范意识还是很有必要的。是呗。对了，系统，这傻皇子为啥热衷于学医？那一年，傻皇子6岁，陪了他6年的小宫女给他试毒没救过来。傻皇子认为，如果他会医术，小宫女就不用死了。哎，没想到一个小宫女的死会改变一个皇子的一生。是呗。其实学医也挺好的，这样就不用和小烧包争夺太子之位，兄弟相残了。是呗。咦，谁说不要那太子之位了？你俩别再给我拉仇恨了。听到这，皇帝想到了自己的兄弟，为了这皇帝宝座，他已经没有兄弟了。老九这样也挺好的，不管谁登基，有老九、老六这样的兄弟，想来应该是挺不错的。咦，系统，拉屎皇帝这一母校是要干嘛？想出公主了呗。那我赶紧退朝，这不就拍到马屁上了吗？是呗。退朝。哎，天天吃大肘子有点腻了，今天本想换个口味，吃个烤全羊，没想到羊肉大涨价，吃不起了。是呗，现在皇宫里只有皇家少数人吃得上。
连线来报，大金国内叛乱爆发，大金皇帝完颜纲派人向我大周求援，请陛下定夺。陛下，此时出兵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，或许可一举收复大金。对啊，一旦错过这样的机会，以后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，才能一举吞并大金。这怎么感觉有点奇怪？前些日子大金不是在收复周边小国吗？这正要对我大周出手的时候，竟突发暴乱，不对劲啊！下面大臣与皇子的表情，拉使皇帝都尽收眼底。作为一位皇帝，每一个决策都关乎国家的存亡，每一个选择都可能影响千万百姓的生活。看着小烧包凝重的表情问道：“老三，这出兵大金你怎么看？”回父皇，儿臣觉得大金突发叛乱有蹊跷，还望父皇查明情况再做决定。咦，系统，小烧包这么说，难道这真有什么隐情吗？是呗。竟然真有猫腻！小烧包和大臣们都竖起耳朵。大周眼下虽然风和日丽，但大金那边此刻骤然降温，若贸然出兵，恐怕大周将士们会白白葬送在大金。环境恶劣，大金早有准备，自导自演个叛乱，引诱我大周进攻，利用天时地利伏击，对不对？我查看一下。咦，你又换新手机了？旧的呢？旧手机我直接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。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用了很久的 iPhone 14还卖了3000多，不愧是上市公司。要我说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找爱回收准没错。真是好计策啊！是呗。哦，对了，听说大金国擅长狩猎和游牧，我这吃不上烤全羊是不是就因为这天气巨变？是呗。满朝文武皆无语的看着小太监，大哥，这正讨论打仗呢，烤全羊有那么好吃吗？羊肉。虽然小太监不着调，但机灵的礼部尚书还是抓住了重点。陛下，三皇子说的对，臣最近一直研究关注商业方面，发现羊肉价格竟是去年的2倍。多方打听后，才知是因为流入京城的羊肉变少，价格才会上涨。羊肉价格上涨，会不会是因为大金内部叛乱、商路不通导致的呢？也不是没有道理，但不要忘了，北蛮也有游牧。如果不是因为骤然降温冻死大量牛羊，即便是羊肉价格上涨，也不会涨得这么离谱。只能说是北方大部分地区牛羊数量减少太多，才会这样。咦，老王研究商业还是很有用嘛？是呗，商业发展对大周国可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大周现在的很多问题，如果通过商业的角度，会有很多办法来解决。礼部尚书是越听越激动。果然，我是对的，商议是国之本。这老登研究商业颇具成效啊，看来得再加大关注了。陛下，算算日子。今年的江南水患也快到了，所以礼部尚书话没说完，但也给拉使皇帝提了个醒。好，先处理江南水患，至于出兵大金，事后再议。事后再议，系统这是退朝的意思吗？是呗。退朝。我是这意思吗？咦，今日朝会是不是结束的有点匆忙了？匆忙啥？赶紧把朝会记录好。今天说的有点多了。最近都吃胖了，早朝都有点起不来了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臣有奏，江南地区年年水患，今年该派谁去赈灾治理？哎，系统，江南既然年年水患，为何不疏通治理？非也，拉使皇帝登基之前，先皇曾花重金治理过，只是收效甚微。又是先皇留下的烂摊子，上次沿岸就是小烧包给擦的屁股。你俩能不能不要对我拉仇恨了？牵扯出先皇，皇帝不太愿意多听，于是向礼部尚书打了眼色。陛下，如今国库充盈，此次赈灾应该不是问题。是啊，系统，咱大周现在有钱了，赈灾不就分分钟的事吗？非也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往年哪一次给的赈灾款少了，还不是一样？看来有钱也不行了。是呗。水患有水患，为何不挖渠筑堤，而是任其泛滥？挖渠筑堤得要工人呐。拉使皇帝登基之后，深信一句话：徭役少则民安，所以废除了徭役制。但在百姓心里，还是认为给朝廷干活和徭役没啥区别，不是在工地上累死，就是被官老爷用鞭子抽，所以宁愿等着朝廷施粥，也不愿主动上工。哦，废除徭役是没错，但后续管理跟不上。是呗。我想想，那些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的996、007牛马是怎么形成的？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，在哪找着优质的牛马？不是工人。哎，算了，不想了，讲多了都是泪。陛下，如今江南灾民流离失所，当务之急应赶紧开仓放粮啊！开仓放粮，无偿发放吗？难怪都不愿意主动上工，有免费的谁还打工啊？是呗，这样会让百姓养成惰性，越来越懒。同样是管饭，为何不让百姓去挖渠筑堤，用劳动力换取粮食呢？听到这，礼部尚书是瞬间恍然大悟。陛下，臣有一计。皇帝也是颇为意外的看着礼部尚书。哦，王爱卿，快说说。回陛下，开仓放粮，免费施粥，往年一直如此，但收效甚微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要想彻底治理水患，还是得挖渠筑堤。臣最近研究商道，颇有心得。江南百姓流离失所，咱何不开启挖渠筑堤工程，再盖些住所，招百姓来上工，管吃管住，再发放一些工钱。妙啊！这样一来，解决百姓流离失所；二来也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患。老王可以呀，还有这经济头脑。礼部尚书被夸得心里美滋滋，老脸都笑成菊花了。但是。
系统之前肯定也有安排官员去挖渠筑堤，怎么不见效果？那是因为修好了会得罪人，修不好也无过。哦，明白，当某些人财路了。哎，除非派一个身份尊贵又廉政爱民的去，不然还是解决不了此事。机灵的礼部尚书思考后，就锁定了一个人。小烧包也是聪明人，读懂了其中意思。殿下这是不反对的意思吗？皇帝也不傻，看出了礼部尚书和三皇子的眼神交流。王爱卿认为此次朕在安排谁去合适呢？回陛下，微臣认为三皇子最合适。老三，你觉得呢？父皇，为了江南百姓，而臣义不容辞。想做个逍遥王也咋这么难呢？之前是上面这两货给我找事，现在又加上了你这个老逼当。好，不愧是朕的皇子，和上次一样，朕赐你先斩后奏的权利，各部门全力配合。嘿嘿，系统，这情况我熟。皇帝站起来了，是要退朝了吧？是呗。退朝。咦，裤衩子回来了啊！是呗，大金耍诡计被识破，硬刚又干不过大周，妥协了。皇帝满脸愁容的来上朝了。咦，系统，拉屎皇帝这便秘的表情是咋地了？他呀，初初公主最近不吃饭也不睡觉，总是翻身闹腾，拉屎皇帝在心疼她的小棉袄呢。哦，就连沈太医也看不出是什么症状吗？是呗，其实也不怪沈太医，因为初初公主本来就没病。没病？咦，那是咋回事？上次就说过，这初初小公主是福宝体质，她这是预测到大周有较大的灾难，不吃饭不睡觉，总翻身闹腾，那就应该是有地龙翻身。什么？地龙翻身？地龙翻身？地龙翻身？什么是地龙翻身？哎，没文化，地龙翻身在古代意思是地震。地震？看小公主这动静，这次规模应该还不小，如果不提前预防，估计会伤亡无数。大周国已经有多少年没地龙翻身了？那是天灾，人都没法控制的天灾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我想想啊，小学的时候学过，发生地震第一时间出门，在开阔的地方待着，跑不出去就躲到桌子或床下面。不对，现在地震还没发生呢。是呗。地震前的征兆我也学过，地震前所有的牲畜都会变得很暴躁，不肯回圈。牲畜暴躁，不肯回圈。是闽西，有闽西的商业代表上报过此事。脑子灵光的礼部尚书把这两件事一结合。陛下，臣有奏。皇帝还在想怎么套出具体地方，看到礼部尚书跳出，颇为意外。哦，王爱卿有何事启奏？回陛下，微臣收到闽西的商业代表说，他们那边这几天牲畜暴躁，蛇虫鼠蚁也是到处逃窜，怀疑有鬼祟作乱，人心惶惶，希望朝廷能派人调查清楚。咦，系统，这不就是地震的前兆吗？是呗。听到新生的肯定，皇帝也是意外的看着礼部尚书，没想到这商业还有这么大的作用。牲畜暴躁，蛇虫鼠蚁到处逃窜，这朕曾在史书上看到过，不是鬼祟作乱，而是地龙翻身。这不应该是我的词吗？算了，惹不起。据史书记载，每一次出现，百姓家破人亡，尸体堆叠如山，现场惨不忍睹。户部、工部、吏部立刻安排人前去预防赈灾。咦，系统，没想到拉屎皇帝还看过这类史书，果然能当上皇帝的都很不简单啊。是呗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闵城来报，闽西果然发生了地龙翻身，好在户部、工部、吏部三部处理及时，只是损毁一些房屋，无一人伤亡。皇上圣明。系统，初出小公主真是咱大周的福星啊！是呗，不过别高兴得太早，之前就说过小公主的福都给了国家和社稷，祸得她自己背，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。什么？朕的公主会有危险？退朝。今天皇帝又满脸愁容的来上朝了。咦，系统，拉屎皇帝这是怎么了？一副生人勿近，我站着都能感觉到一股凉意。是因为初出公主呗。初出公主？难道初出公主的劫祸来了？是呗，现在京城里传言初出公主是妖女。我尼玛，这是谁扯出来的蛋？拉屎皇帝肯定不会信吧？是呗，但民间传的是有鼻子有眼的，说自从初出公主出生后，大周击退北蛮，喝退大金，还有这次地龙翻身，也是有惊无险。咦，那不是好事吗？是呗，但是传言说初出公主的出生改变了国运，眼前的繁荣不过是一时的，这是透支了大周未来的国运，会催动大周灭亡。我勒个去，这不是无中生有吗？是呗，哪怕有那么一两个不信的，也被淹没在其他百姓的口中。我就说这几天初出小公主怎么安然无事，原来是拉了一炮大的。那这拉屎皇帝现在该怎么办？百姓那边都好说，关键是新上任的钦天监监正也找拉屎皇帝说小公主是妖女。新上任的钦天监监正
是呗，新上任的钦天监监正毛册子是拉屎皇帝在民间碰到的，自称是茅山传人，给拉屎皇帝掐算了几卦，并且卦卦精准。被带回宫中之后的一段时间，毛册子每问天都异常精准，深得拉屎皇帝的信任。一边是茅山得道高人，一边是神秘的系统新生，皇帝此刻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一边。机智的礼部尚书看出了皇帝的烦恼，聪明的脑瓜子嗡嗡转。陛下，臣有奏。说。回陛下，近日京城有一些流言，微臣认为这是有人从中作梗，想破坏我大周和平，恳请陛下重视此事，揪出幕后黑手。皇帝思索着礼部尚书的话，看了一眼小太监，心里夸赞：不愧是朕的王爱卿。对啊，系统究竟是谁会散布这样的流言？这流言肯定不可能是无缘无故出现的吧？我查一下。咦，又换手机了？这手机还挺贵的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 iPhone 14 Pro， 比新机便宜了3000多，真挺划算的，靠谱吗？靠谱。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，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是呗，这流言起源于一个说书人，这说书人也的确是受人指使。说重点，你咋越来越啰嗦了？他是受谁的指使？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？指使人就是新任钦天监监正毛册子。听到这，拉屎皇帝第一反应就是不相信。毛册子是得道高人，岂会做出此等小人之事？系统可不管皇帝信不信，又扔出一条炸弹信息。这毛册的茅山传人的身份也是捏造的。捏造的？那他是怎么忽悠拉屎皇帝的？难道下药了？是呗，每次拉屎皇帝找这毛册，毛册都给他喝带有致幻粉的茶水。虽然每次量小，但架不住次数多，拉屎皇帝已经上瘾了。每次瘾犯了，就会去找毛册喝一杯，然后就感觉浑身轻松了许多。什么？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朕还以为是自己正事繁忙，太过劳累的缘故。哎，等等，那他为啥要污蔑出初小公主？他在测试自己对拉屎皇帝的控制力。时机成熟，那他就会蛊惑皇帝签下传位遗诏。传位遗诏，这毛册子野心不小啊，想谋朝篡位。听到这，皇帝有些忍不住要立马去捉人了。有没有什么证据啊？不然依拉屎皇帝对毛册的信任很难办啊。是呗，证据嘛，就在毛册子的宫殿，有致幻粉和未署名的传位遗诏。高爱卿，得退朝不用喊了，高爱卿又送旨去了吧？是呗。系统听说昨天拉屎皇帝在毛册子那里翻出了传位遗诏。是呗，裤衩子当场就把毛册子摁到地上了。裤衩子威武啊！不过话说回来，拉屎皇帝是真糊涂啊！上一个钦天监的亏还没吃够，当年就冤枉了小烧包，明明是吉兆，非要说成是凶兆。是呗，不过钦天监这个部门还是非常重要，自古以来，哪怕到了2000年后，这个部门依然存在，并起着重要作用。咦，那我咋没听说过？那是你文盲，在不同的时代，这个部门的名称不同。太史令、司天监、钦天监、天文台其实都是一个部门。天文台，天气预报。非也，那是气象局的活。这古代的钦天监可不是只会解释天气异象的神棍部门，他们对中华民族起到远超出你想象的作用。哦，怎么说？钦天监的主要职责还包括观察天文现象、推算节气、制定历法等。如果没有这个部门这几千年来持续对天文和星象的观察，我们就不会知道有太阳、月亮和星星，也不会知道一年有365天，有12个月和24个节气，以及春夏秋冬4季。听到这，拉屎皇帝也是犯难了。本想今天就解散了钦天监，没想到这部门还如此重要。作为大周第一机灵，礼部尚书怎么能看不出？陛下，臣有奏。说。回陛下，据微臣观察，毛册子之所以规划谋反这么久了才被发现，应当是钦天监的职位分配不均，造成毛册子一人独揽大权导致的。皇帝欣慰地看着礼部尚书。哦，王爱卿认为应当如何呀？回陛下，臣认为应当多设几个职位，将权力分摊出去。礼部尚书的提议虽然简单，但给的台阶让皇帝直呼舒坦。有此爱卿，真乃朕之幸啊！好，吏部何在？微臣待。把钦天监部门职能细化，广纳有能之士。是，陛下。还得是老王真聪明。是呗。吏部系统，这主意是老王想出来的，为啥要吏部去操办？因为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、考核、升降、调动等事务，相当于现代的组织部和人事部。哦，那老王的礼部呢？礼部掌管礼仪、祭祀、科举考试、学校教育等事务，相当于现代的教育部和宣传部。教育，果然老王这么博学多才，原来是个老师啊！是呗。对了，系统，说起教育，这古代的学院是不是也应该细化一下？是呗，自古以来，科举制度虽然在大周已经逐渐完善，但现在的学院只教怎样可以考取功名。自古读书不就是为了入仕，尤其是普通百姓，读书才有出头之日啊。
大臣们也全部都露出不解，考取功名有何不对？要想呈现出盛世，应该得开设各种学堂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当官感兴趣。就比如九皇子对医术非常有兴趣，却求学无门，身为皇子亦是如此，更何况普通百姓呢？是呗。所以启蒙之后，不只学四书五经，还应该开设其他学科，比如工匠、刺绣、医术、商业管理、厨师、挖掘机等等。挖掘机？哦，不好意思，说顺嘴了。总之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对呀，最近处理商会的事，感觉这帮新进学子只会知乎者也，还得从头教。如果由朝廷出面开设相关学堂，那不简单多了。礼部尚书聪明的脑瓜转得飞快，瞬间组织好友。陛下，臣还有奏。说。回陛下，微臣在商会最近培养商业人才，发现束发之年比博览群书的进士更加容易学会，所以臣提议开设相关学堂，重点培养束发之年的人才。听完礼部尚书的话，皇帝想到更多。如果每一个行业都可以针对性的培养，那我大周何愁不兴？好，王爱卿，此事交由你操办，户部、吏部全力配合。嘿嘿，系统，这事皇帝都敲定了，是不是该退朝了？是呗。退朝。启奏陛下，大喜事啊！经过我工部仔细研究，已经将土豆、红薯等培育成功，来年定能大丰收。太好了，系统，这工部还是有2把刷子的嘛。是呗。听到系统和小太监的夸奖，工部尚书心里也是美滋滋。终于轮到我了，这可都是咱工部擅长的。陛下，这仅仅是开始，接下来我们还需进一步改良种子，确保每一年的收成都能稳步提升。臣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农业小组，让我大周农产业的技术更进一步。好，农业为国家之基石，现既然有了新进展，自当全力以赴，务必精进不已，绝不可有丝毫的松懈。是，陛下。论研究教学，一旁的礼部尚书才是专家，所以老王想到了更多。陛下，臣有奏。说。回陛下。关于组建农业专项小组，我们还应该考虑如何将这些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区。所以，臣建议举办农业技术交流会，邀请各地的农官和农民代表来学习交流，让先进的农业技术惠及更多的人。高，实在是高，还得是老王啊，点子真多。是呗。好，朕准了。陛下，臣还有奏。说。回陛下，是培养人才之事，臣思索一夜，咱何不成立一个学府？学府内开设各种专业的学堂，有商业、工匠、医术、厨师、刺绣等等。工部的农业也可以增设学堂，臣称之为大周学府。各种专业的学堂，这不就应对了那句行行出状元吗？那我大周何愁不行？大周学府，这不就是大专吗？这个好啊，可以让百姓多几种谋生的手段，遇上天灾时也能想到更多的法子，而不是坐地等死，只能等朝廷救援。是呗，但是这学府可不是那么容易开的。咦，为啥？这学府可是有朝廷支持的。没那么简单，在这个时代，学堂是神圣之地，而那些民间手艺工艺都是不入流的，更何况这些手艺都是代代相传，或者收徒弟。像这般广开学堂教授，他们会觉得被抢了饭碗，如何肯传授出来？明白了，一是有读书人抵制学堂，二是没有教授的先生。教授的先生还好，朝廷可以出人，但读书人，读书人自觉清高，有什么好清高的？举全家之力送一个读书人，最后却看不起农民，这算什么人才？是呗。听完新生的分析，礼部尚书也意识到这学府想成立会很难，可难并不代表不能做。皇帝也明白，看着礼部尚书，王爱卿接着说。陛下，微臣认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，增设其他学科，入仕不再是学子们唯一的出路，他们能够选择的方向性与兴趣等都有更大的空间选择。少年强则国强，我大周不论老幼，若读识字都能有所长，那么整个国家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。系统，老王是真心为国为民啊。是呗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帮忙。读书人，有了，老王现在不是管理商会吗？那就先让京城所有店铺拒绝卖东西给读书人，他们不是自命不凡吗？那就让他们自己做饭，自己做衣服，自己去种地，最重要的文房四宝也不卖给他们，让他们自己做。小样还治不了他们了。这办法是好办法，不过损也是真损啊。一群酸猪学究。王爱卿，此事就交你负责，务必将大周学府办好。是，陛下。嘿嘿，系统。是呗。退朝。哎，系统，听说老王弄得大周学府碰到问题了。是呗，老王在京郊选了一块地，想作为今后的学堂。当地的居民还好，给了拆迁款就行，只是有一个名为大佛寺的寺庙不愿意迁移。咦，朝廷发话要建的学府，这大佛寺敢阻挠？难道这寺庙有什么说法吗？是呗，这寺庙有先皇曾御赐牌匾，谁都不敢动啊。咦，又是先皇，这先皇一天天的竟不干人事，那绕开这寺庙还有别的地方选吗？有是有，但从长远的发展，这块地绝对是最优选择。听到这，
本来就发愁的礼部尚书更加发愁了。哎，怎么每次不顺都有先皇的事？是呗，先皇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，从30岁就沉迷长生，开始求仙问道，不仅求道家，还求佛家。哦，这是主打一个雨露均沾。雨露均沾是这么用的吗？先皇在这些道士和和尚的蛊惑下，只要是能成仙的办法都试了个遍，最后因为丹药吃多了，重金属中毒，早早没了，然后皇位才传给了拉氏皇帝。什么？先帝是被毒死的？父皇晚年失眠，多梦、头疼、头晕，甚至脾气暴躁，无缘无故的发火，难道是因为丹药？又想到曾经一颗丹药害自己拉了3次肚，皇帝是气不打一处。先皇是被丹药毒死的，那些僧道不敢吧？是呗，他们恨不得先皇长命100岁，好从先皇的身上弄到更多的好处。那为啥还给先皇吃毒丹？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炼的丹药有毒啊，毕竟炼一颗丹药又是金银，又是朱砂、雄黄、云母、空青、硫磺、硝石等等，这些可不便宜，他们舍不得吃。金银、朱砂、雄黄，这炼出来的全是砷、汞、铅这些化合物，难怪会重金属中毒。是呗，把皇帝毒死了，还能全身而退，这些僧道也是蝎子拉粑粑毒一份了。哼，既然知道了内情，现在也该处理他们了。礼部尚书看着皇帝冷冽的表情，这大佛寺怕是活不过明天了。只是这理由，宿主，你猜我又查到了什么？切，不猜，快说！等等，你又换新手机了？旧的呢？旧手机我直接放爱回收卖了，可方便了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那台用了很久的 iPhone 14还卖了3000多，不愧是上市公司。要我说，回收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找爱回收准没错。这大佛寺现在的住持是先皇时期的大贪官，拉氏皇帝清理官场的时候，这人见机快，直接抛下自己的家人跑了，把贪的100万银子的一半给了上任住持，换来了度牒和住持身份。一张度牒和住持身份就能换几10万两银子，这上任主持真的会做生意？是呗。那他剩下的几10万两银子呢？藏在后山的一个坟包里，而且几10万两银子又变回100万两了。人才啊，当官贪，当和尚也这么能贪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忽悠有钱的信徒捐香火钱，佛祖会保佑他们的；忽悠那些没几亩地的小农民把田地献给佛寺，下辈子就能投胎到富贵人家。我勒个去，真能编！要是掏点钱就能投胎到富贵人家，那还要阎王爷干什么？是呗。一会退朝了，我就去找裤衩子去挖那100万两，这是他有经验。我谢谢你，有好事会想起我，但能不能别再提裤衩子了？礼部尚书是会抓重点的。陛下，臣有奏。说，那个大佛寺以来是蛊惑民众献田，现今不少百姓都被骗得妻离子散。老三，儿臣在，彻查全国寺庙和道观。是，父皇。嘿嘿，系统。是呗。退朝。系统，听说小烧包查抄了不少寺庙，而且一个比一个有钱。是呗，为首的大佛寺里最大的佛像还是真金做的呢。我一直以为寺庙里的佛像是刷了1层金粉，原来真是金子做的。不是你见识短，3丈高的金佛像，这也是第一次见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我管理的国库再也不用精打细算了。军队的饷银总算不用再自己贴用了，可以买新的裤衩子了。这么多钱跟中了500万彩票一样，该怎么花你？宿主，醒醒，这钱又不是你的，你发愁个锤子！切，想想都不行啊！陛下，臣有奏。金国前一段时间降温，导致粮食短缺，想向我大周借粮，此刻已然到了大殿外。说完看了一眼小太监，给皇帝提个醒。陛下，是否现在宣诏？皇帝也看了一眼小太监。自从这新生出现，还没有外人来过这大殿，倒也可以让这金国使者试试看，能否也能听到。随后给了礼部尚书一个眼神。好，明白。随后给武力值超高的裤衩子小生交代了一下。见过大周皇帝陛下。大胆，见我朝陛下为何不行礼？我大金男儿只归勇者之事。放肆！这是我大周国土，哪容尔等冒犯？这大周是无人了吗？让一个红土残年的老者出头。这金国使者说话怎么一股大碴子味？还有他后面的随从是专程来捧哏嘛，说一句笑一句的。是呗。听到新生发话，满朝文武皆认真观察金国使者的表情，见他毫无异色，顿时放下心来。看来金国人听不到这新生，果然天佑我大周。金国使者见众人不知为何突然平静了，切，无趣。说吧，你们想要多少粮食？300万担。做梦！我大周今年辛苦收上来的粮食总共才500万担。就是此事断无可能。陛下先别急着去，我大金体恤大周今年也不容易，特意将所需粮食减至100万担，以表诚意。我勒个去，这金国使者是什么品种，竟然能说出如此不要脸至极的话？是呗，说的好像粮食是他的一样。不过系统，这100万担粮食有多少？1亿斤。这么多？100万担绝无可能。既然大周无法接受这个提议，那我们大金也不愿做那咄咄逼人的恶狼。我这还有一个更为友善的方法。看着嚣张的金国使者，皇帝忍着怒火，因为一旦开战，受苦的还是百姓。什么方法？
很简单，大周以30天为期，第1天给我大斤2担粮食，第2天4担，第3天8担，以此类推，每天都是前1天的2倍，直到给够30天。这听起来不错啊，给出去的粮食还不多。金国狼子野心，哪有这么简单？礼部尚书虽然感觉不对劲，但一时也想不通。金国使者听到郑国公的议论，乘胜追击。若陛下能答应此方案，我大金愿额外赠送1000匹战马作为补偿。裤衩子听到战马2字，内心激荡着难以抑制的喜悦。1000匹太少，至少1万匹，最多5000。9000最低限度，6000不能再多了，8000绝不能再少，7000这是底线。成交，陛下，老臣认为此方案可行。可行什么啊？可行？裤衩子被战马冲昏了头脑了吧？这么大的坑都看不见。第30天给的粮食可是2的34方啊，得有10亿多担了吧？是呗，107374万1824。什么？10亿担？10亿担？10亿担？哦，陛下，此方案万万不能答应啊！如若按这个算法，光第30天就要给出10亿担粮食。他咋知道的？胡说，这咋可能？哼，不要再演你的无知了。要不要本官给你说出第30天给出的具体数字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说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你听好了，107374万1824。这你咋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切，不就是多看几本书吗？金国使者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没有，担粮食。求粮一事，改日再议。好，我们走。哎，系统，金国使者都这么过分了，这求粮还能继续在议？是呗，金国借不到粮食，保不齐会狗急跳墙发动战争，受苦的还是百姓。明白了。没想到这系统如此了解朕。这熟悉的眼神，系统，这是退朝的意思吧？是呗。退朝。系统，听说最后拉屎皇帝还是答应了大金借粮300万担的要求。是呗，不过还好，最终结果是用大金7000匹战马换取大周250万担粮食。250还真是个吉利的数字啊。是呗。话说今天朝会怎么这么安静？看到小太监心中有疑，机灵的礼部尚书正要随便扯一些琐事时，没想到刘仁杰快人一步跳出。陛下，臣有奏。皇上也是颇为意外的看着一向不善言辞但忠心耿耿的刘护卫。哦，刘爱卿有何事啊？臣昨日收到一则消息，说凉州百姓饿殍满地，苦不堪言。饿殍满地，刘仁杰，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文武百官也是震惊的看着刘仁杰。臣并未胡说，有一人可证明凉州实情，此刻他就在殿外。宣进来。陛下，民女有冤，民女柳云阳代凉州百姓祈求陛下怜悯。凉州的百姓饿殍满地，求陛下怜悯。凉州年年喜报不断，你却告诉我凉州饿殍满地，是你在说谎，还是凉州所有的官员在说谎？陛下，凉州当然可以年年报喜，因为凉州的官员一个个吃的是肚满肠肥，苦的是凉州的百姓。此话一出，文武百官更加震惊，这是要状告凉州的全部官员啊！系统，这凉州是怎么回事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查一下。你又换手机了？这手机还挺贵的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 iPhone 14 Pro， 比新机便宜了3000多，春节也正常发货。真挺划算的，靠谱吗？靠谱，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，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查到了，在凉州结婚、生孩子、盖房子，甚至上厕所都要交税。单身的姑娘得交剩女税，爱喝茶的要交茶饮税，捋一下胡子也得交捋须税，还有粪便税，无论是收粪的还是用粪的，全都得交税，笔税、墨税、纸税、牛税、羊税、猪税等等。我了个去，这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！这么多的税种交下去，凉州的百姓还有小命在吗？不是说古代只收田税和兵役吗？大殿后方，吏部右侍郎杨生发此刻大汗淋漓，他是凉州高升上来的，凉州的把戏他非常清楚。这些年来凉州的事情能瞒住皇帝，他也有一份功劳在。礼部尚书觉得凉州很是熟悉。哦，杨大人，我记得你当初是凉州的知州吧？老高。陛下，臣自知有罪，愿意戴罪立功。快点说，不说快一点的话，朕没有耐心听下去。是，吏部考功清吏司游彦良，吏部主事施正风，户部提举方前，兵部郎中聂。臣记得的就这些，还有已经致仕的吏部左侍郎，他是第一个这样搞的人。陛下，求陛下饶命，臣自知有罪，求陛下看在臣痛快交代的份上，不要牵连家人。如果家人清白，朕自会定夺。吏部尚书何在？臣在。吏部尚书汗流浃背的账好，他虽然没有参与其中，但是少不了一个失察之罪。凉州的事情，你亲自带人去查，等到凉州的事情处理完之后再说，你这个吏部尚书要不要看下去？是。吏部尚书感激的应了一句，知道陛下这是让他戴罪立功，干得好的话，这个吏部尚书还能继续干，干不好的话，他这个官也当到头了。凉州的官员不管大小，全部抓捕受审，谁敢求情，以同党论处，立马开始赈济凉州的百姓。土豆和红薯的种子往凉州调一部分，保证凉州不会起民乱。是。老三，
而臣在，你亲自带人把那些从凉州升上来的京官全部抓起来，还有那些致仕的也不要放过。朕要大周所有的人知道，不好好当官的话，就算是致仕了，朕一样要他们的命。陛下圣旨。柳云娘听不到心声，茫然的跪着，不明白事情怎么发生的这么快。这一切都发展的这么顺的就像设计好，自己只是个引线，感觉皇帝早都安排好了一切，于是满脸崇拜的看着皇帝。柳云娘是吧？说说你是谁？怎么从凉州逃出来的？民妇是凉州府下辖黄云县县令的妻子，家夫去年到凉州赴任，一赴任黄云县的主簿和县尉就暗示家夫跟着上官的步调走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夫婿和他的上官一样，在加征那些乱七八糟的税赋。自己的夫婿虽然是被迫同流合污，但这让他怎么说？陛下恕罪。咦，这柳云娘不简单呐！怎么了？她丈夫那个书呆子早就被凉州的情况吓得闭门谢客，黄云县的事情都是这柳云娘在处理，也是她自己暗中调查凉州的事情，抓住机会就从凉州跑出来，上京来告御状。皇帝和百官震惊地看着柳云娘，这手段，这脑子比大部分的男人都厉害。什么时候女人这么厉害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怎么所有人都在看我，还用那么吃惊的眼神？就冲这柳云娘为了凉州百姓不远万里上京告御状，如果她管理凉州，肯定是最合适不过了。是呗。听到这，陛下，臣有个建议。你的建议退朝后再说。柳云娘接旨。民妇接旨。咦，我一介女子接什么旨？不会是要治我夫婿的罪吧？民妇柳云娘英勇聪慧，以身犯险，勇气可嘉，特封尔为黄云县县令，暂领凉州知州之职，协同中军抚慰凉州百姓，等凉州理顺之后再论功行赏。宣帝目光灼灼地看着柳云娘，你可敢接旨？陛下愿意让女子为官？怎么不愿意？你又不是第一个。你所在的凉州消息闭塞，以后就知道了。臣领旨。这一回他行的不是女子的蹲身礼，而是男子的作揖。看着眼前巾帼不让须眉的柳云娘，拉使皇帝想出小公主了。好了，退朝。哎，系统，他又抢我台词。是呗。系统，这下面站着的小胖子是谁呀？之前没见过吧？是呗，这是誉王世子，之前是没来过京城。小胖子，形容的挺贴切，不过看这样子，他和那柳云娘一样，也听不到这心声，是因为没有官职吗？侄儿拜见黄伯父。你父王说想要一些高产的良种，你这孩子怎么来了京城不办正事，反而跑去玩去了？嘿嘿，回陛下，这不是一直待在父王的封地上，没有见过我大周最繁华的地方吗？侄儿一来这京城就被迷花了眼，流连忘返。这不轻不重的一个马屁，拍得皇帝格外的舒服。你这孩子，把你父王交代好的事情办完了，再去玩也不迟啊，怎么能忘了正事？嘿嘿嘿。皇帝很满意这个誉王世子的表现，从这小胖子身上看出他爹誉王还算安分。这小胖子挺滑头啊，谎话说的真溜。谎话？怎么回事？难道誉王不安分要造反了吗？这小胖子看着不咋聪明，还会说谎。是呗，誉王虽只是个异姓王，但他的封地在临海，是各个国家的中心区域。这小胖子贵为世子，什么没见过？就连海对面拉使皇帝都没见过的白人，他都见过。白人？外国人？是呗，你等等，我仔细查一下。咦，又换手机了？这手机还挺贵的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二手 iPhone 14 Pro， 比新机便宜了3000多，春节也正常发货。真挺划算的，靠谱吗？靠谱，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二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，买卖二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查到了，因为誉王的封地临海，地理优越，他已经偷偷的做起航海贸易，仓库中的银子比国库还多一点。什么？誉王司库的银子比国库还多？大臣们也是震惊不已，机灵的礼部尚书震惊之余，想到更眼神示意皇帝，陛下抄家吧，抄了誉王我大周就百年不愁了。皇帝压住蠢蠢欲动的手，不能抄啊！一个王爷没有什么罪，不能无缘无故的抄家。这誉王可以呀，富可敌国。是呗，誉王原先是打算赚到银子造反的。咦，是不是每个王爷都有造反的心啊？闲的吧？皇帝有什么好的？每天都得早起去给太后请安，可以说是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干得比驴多，处理后宫内斗，平衡大臣关系，还有批不完的奏折。小太监的话说到皇帝心坎里了。但是朕拥有万人之上的权利，一言绝人生息，以及后宫佳丽3000，最好的享受都在这皇宫里。不当皇帝，难道当一个战战兢兢的王爷，总担心着自己哪天被皇帝给收拾了吗？咦，誉王原先打算造反，现在不打算了吗？是呗，因为赚钱太香了，赚着赚着就把造反给忘了，这些年沉浸在滔天的富贵中不可自拔。人才啊，造反都能造忘了，这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。皇帝和满朝文武都惊呆了，听说过造反大业未半中道崩殂后继无人的，或者是有心无力造反不成功的，还从来没有听说过造反造忘的。这样的话就不能抄家了。
咦，誉王那里好东西不少啊，红薯、土豆早都开始种植了，还有1年3熟的稻谷，热带水果也不少。哎，那不白费劲去找摩洛国交换红薯土豆了？是呗。不白费，誉王的东西可不好拿呀，一个弄不好，让誉王想起造反大业就麻烦了。礼部尚书的商业现在正发愁海陆船队的事，想要出海至少得1年准备。看到誉王世子，这不是有现成的吗？陛下，海陆。只是征用一个船队，誉王应该不会造反吧？理由简单。誉王世子茫然地看着礼部尚书和皇帝打着哑谜。按正常程序，不应该是自己送上礼物，然后陛下赐下2种，最后自己跪下谢恩就完了吗？怎么皇帝还和礼部尚书打起了哑谜？只是一些2种而已，用不着这么慎重吧？好吧，那王爱卿辛苦一下。是，陛下。皇帝直接把坑誉王世子的事情交给了机灵的礼部尚书。你这几日就好好在京城里多玩玩，最好闯一个不算小的祸，让礼部尚书有借口弹劾你，然后朕就能把你爹的船队弄过来。谢陛下，小侄已经玩得很好了。今日特送上父王准备的礼物，贺我大周培育出土豆、红薯等高产2种，也祝我大周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好，这礼物朕非常喜欢。你在京城再玩几天，朕准备一些2种你带回去。咦，看都不看就说喜欢。算了，父王安排的事办好就行了。皇帝哪有心思看什么礼物，就等着退朝后让礼部尚书盯着这小胖子犯错好去找誉王要船队。于是给小太监打个眼色，赶紧退朝。咦，他这是啥意思啊？我不就是个吉祥物吗？难道让我去招待这誉王世子？你招待个呗，你够资格吗？我他妈赐你一麻袋，往常退朝那么突然，这回给你打眼色，赶紧退朝，反而不知道是啥意思。这眼神我熟，系统是退朝的意思吧？是呗。退朝。系统听说誉王世子逛青楼被礼部尚书当场逮住了。是呗，大周律法官员不可压计，小胖子这个有违律法。切，在古代谁没逛过青楼？在场的这么多人，系统你帮我查查，谁没去过青楼？满朝文武，包括皇帝都慌了，关键时刻还得是机灵的礼部尚书。陛下，臣有奏。王爱卿，快说。回陛下，臣弹劾誉王世子，身为世子，却流连烟花之地，有辱国体。年轻人有些许好奇心，可以理解。回头朕找誉王好好聊聊。咦，世子逛个青楼，老王都要弹劾一下，也太小题大做了吧？是呗，不过这弹劾只是个由头，拉使皇帝是看上誉王的船队了。世子逛个青楼，拉使皇帝就想要一个船队，誉王能给吗？据我观察，誉王应该会给。誉王现在富可敌国，格局也打开了，背靠大周，做个逍遥王爷也挺好。大周越强，他这王爷才能更逍遥。狗皇帝拿命来！系统，这谁呀？脑子被驴踢傻了吧？是呗，他脑子是和别人不一样，打算通过刺杀皇帝，给自己家来个9族消消乐。9族消消乐？哦，刺杀皇帝，株连9族，可不就是9族消消乐吗？是呗，这是个好办法啊！和自己家族的人有仇怨，又没有能力报仇，就用这样的办法报仇，9族超展可比，一个一个报仇爽多了。好个锤子，我特么！赐你一麻袋，这办法要是传出去，朕这皇帝什么都不要做了，天天防备刺客得了。系统，话说回来，这是哪家的败家玩意？他和家族什么仇什么怨啊？非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报仇？我查一下。哎，你换新手机了，那之前的旧手机怎么处理呀？我放爱回收卖了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台 iPhone 14还卖了3000多，靠谱吗？那肯定啊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像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也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那我一会就去看看。查到了，这个何晏离刺杀皇帝是因为他爹要弄死他，坑都挖好了。咦，这何晏离才20来岁吧？20来岁的6品官，他爹怎么舍得？是啊，要是自己的儿子年纪轻轻就能做到6品官，在家里说不上祖宗，也绝对算得上宝贝了。他爹也是个奇葩，放着温柔贤惠、知书达理的何晏离他娘不要，非要去宠溺一个妾室。有一次，何晏离碰到这妾室和丫鬟在密谋怎么借用他爹的手坑害他娘俩，好上位独揽和府。这妾室应该是个道行高深的心机女，表演的功力也炉火纯青，特别能讨他爹的欢心吧？是呗，何晏离把这事给他爹和他娘说了，然后他爹和他娘联手收拾了一顿儿子。他爹不相信一向乖巧柔弱的妾室会做那样的事，他娘呢又是一个恋爱脑，他爹说啥就是啥，最后还压着他去道歉。父亲不相信自己，母亲这会没脑子，也不相信自己。是呗。这小年轻是个书呆子，面对这样的情况束手无策。还有，这是别人的家事，求助无门，直接想出了这个同归于尽的办法。这关朕什么事啊？何晏离刺杀朕，削去官职，流放3000里。至于何府抄家，驱逐出京城。老三，你去处理。是，父皇。
嘿嘿，系统，皇帝都安排好了，是不是要退朝了？是呗。退朝。咦，系统，我记得昨天不是流放了一个官员吗？是呗。那这大殿人数怎么不见少？官职保留，换人顶上呗。也是啊，离了谁这地球都会转。陛下，臣有奏。这几日在西郊出土一尊白衣菩萨神像，有一群自称同济霄的白衣人引导百姓跪拜，这神像竟然日长1寸，越来越多的百姓认为是菩萨显灵，纷纷加入这同济教，时间一长，恐生事端。同济教拉拢信徒，系统，这同济教听着怎么感觉不像个好东西呢？是呗，这些人善于蛊惑百姓。这种教派借神道之名蛊惑人心，若任其发展壮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系统，你快查查这神像日长1寸是怎么回事？这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戏法罢了。神像下面埋着大量的黄豆，每日浇水，黄豆一发芽就把这神像顶了起来。原来如此，这玄机竟然是一颗小小的黄豆。满朝文武皆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，机灵的礼部尚书思考更久。陛下，臣有一计。百姓虔诚供奉这同济娘娘，根源就是这神像日长1寸。只要当着百姓的面拆穿这日长1寸的玄机，就可从根本上解决此事。而这神像日长1寸，不是变大1寸，臣猜测这神像底下肯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。皇帝虽然无语，但该配合演出的他还得演完。好，就依王爱卿所言，一定要在根本上解决这同济会。黄豆可以磨成豆腐啊，想吃长沙臭豆腐了。豆腐是何物？臭了还能吃？可惜现在豆腐还没有发明出来。是呗，豆腐相传是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发明。豆腐可是好东西啊，做豆腐永远不会赔。做硬了卖豆腐干，做嫩了卖豆腐脑，做薄了卖豆腐皮，做稀了卖豆浆，万一卖不出去，放臭了还可以卖臭豆腐。是呗，除此之外，豆腐还营养丰富，易消化，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，能延缓衰老，有效防止雀虻炎等慢性疾病。防止雀虻炎。裤衩子征战一生，军队中有90%的士兵都是雀虻眼，一到晚上就是睁眼瞎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行军驻扎营地最害怕遇到夜袭。这豆腐一定要做出来，还要成为士兵标配。每天都得吃上一顿豆腐，就是怎么快速在这小太监套出豆腐配方的。对了，老王聪明，找这老小子准有办法。系统，你有做豆腐的配方吗？我偷偷给后厨，以后就能吃到豆腐脑等美食了。有是有，你怎么解释这豆腐配方的来源呢？这有啥解释的？民间小吃啊，御厨哪管那么多？好歹我现在也是正四品司礼监总管太监。听到小太监会主动交出豆腐配方，皇帝有些坐不住了。这豆腐能防止雀虻眼，不行，事关重大，得详细规划一下。好，录部尚书来御书房议事。哎，系统，这么突然的吗？我的台词又没了。是呗。系统，不愧是御厨啊，昨天刚才给他们豆腐配方，今早就吃上豆腐脑了。是呗。那嫩滑口感和丰富的味道，既美味又暖胃，真乃人间极品啊！有那么好吃吗？可惜现在只有皇家和这小太监吃过，说的我都饿了。陛下，我监察院弹劾华元等郡王在封地遗址超了规格，比肩亲王，长此以往，又成大患。废话，朕倒是有意削藩，可离上次先帝削藩也不过几年。朕如若此时再削一次，藩王们必会起兵造反了。诸位爱卿，可有长远根除之策？大臣们两眼一瞪，诸王割据是历朝历代的难题，要是有办法早就想出来了。这等对付宗室的事情，怎能在朝堂上大声密谋？陛下不应该会这么糊涂啊！哦，陛下也是想利用这新生解决啊？咦，系统，这是郡王们在各自封地发展太快了吗？是呗。发展快的话，咱大周不就更加强盛吗？非也，藩王们如果发展太快，会滋生不该有的野心，之后更是在自己的封地上私铸钱币，蓄养兵甲，割据一方，不听政令。如若不削藩，大周危矣。不过人家辛苦发展起来，拉使皇帝想直接从其手里抢，那藩王们肯定不会答应啊，搞不好还真会起兵造反。是呗。那系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，既能削弱藩王的权力，又不会让他们起兵造反呢？听到小太监问出了关键的问题，皇帝和满朝文武都竖起耳朵仔细听。我查一下。你换新手机了，那之前的旧手机怎么处理呀？我放爱回收卖了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台 iPhone 14还卖了3000多，靠谱吗？那肯定啊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像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也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那我一会就去看看。查到了，推恩令可以完美解决。推恩令？是呗，就是推恩令。现在的律法都是嫡长子继承大头，甚至全部的家产，代代相传，当然越来越雄厚。你就让那些王爷的其他儿子也继承封地、财产、军队，他们跟猪下崽似的生孩子，一个王爷10几个、20几个儿子，每个给他分一块，只要一代就分解完了。高啊，实在是高！此法不仅彰显了朕的仁德，为每个宗室子考虑，还暗中削弱了藩王。一旦这律法颁布，藩王要是不执行，第一个闹起来的就是他的次子们。妙，此计甚妙，朕愿称之为千古第一阳谋。拉使皇帝赶紧眼神示意礼部尚书，我的好爱卿，该你表现的时候了。
完蛋，陛下这意思不行了，老臣要是出，藩王会把我撕了的。放心，有朕保你。有您保也不保险了。为了自己的小命，礼部尚书 CPU 老干烧了。随后示意那位更合适。老王身为礼部尚书，提这个还是不妥。老三身为三皇子，将来是要成为太子，甚至继承皇位，也该给他点压力了。礼部尚书和皇帝的眼神交流，小烧包都看在眼里。老王也给本宫找事，不过接下此事，老王就是自己人了。这波不亏。老三，你来说说。回父皇，儿臣建议藩王的封地可由诸位藩王自行分配给西夏诸子，并且由朝廷正式下旨册封，以彰显父皇圣恩，再为每一位宗室子考虑。咦，小烧包的计策和这推恩令不谋而合啊！是呗。好，诸位爱卿可有异议？臣等无异议。无异议，系统是到退朝的时候了吗？是呗。退朝。系统，这推恩令都已经实行了吧？是呗，各封地的郡王们都气坏了，都在暗骂小烧包呢。最近天天打喷嚏，原来根源在这，还不多怪你两出的馊主意，让你背锅。还好我推给了三皇子，不然我这会坟头都快长草了。系统，如今大周国泰民安，有了土豆、红薯等高产粮种，以及大周学府的成立，可谓是老有所养，幼有所教，贫有所依，难有所助啊！是呗。纵观历史，拉氏皇帝也算是千古一帝了。嘿嘿，千古一帝，千古一帝，会话你就多说点。非也。千古一帝的标准可不止如此。虽然拉氏皇帝在本大仙这里是过关的，是个明君，但和祖龙嬴政比还差点。千古一帝秦始皇，书同文，车同轨，一统六国，天下归一。本来还有一点不平的拉氏皇帝，只听到只言片语就服气了，没法比。不过一统六国嘛。退朝，6部来御书房议事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臣有奏，北境边关来报，昭国集结兵力，意欲大举进攻我大周。陛下，臣愿领兵前往边关，以解国难。系统发一下北境战况。宿主，北境已经丢失3座城池，其中昭国为主力进攻，北境周边小国闻风而动，已经攻至随州边界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么快？哎，古代这信息传递有点落后啊，都已经丢失3座城池了，朝廷以为人家还在集结兵力呢。是呗。不过这昭国心地野心也太大了，刚继位不久就想开拓疆土，也不看他能不能吃得下。还有周边小国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趁机作乱。是呗。哼，昭国狼子野心，朕命镇国公为先锋主帅，老三坐镇前往，即刻整顿兵马前往边关。三皇子竟然也去。也对，三皇子现在差点军功就可立为太子了，看来陛下已有决断。此次就拿昭国开刀，一统天下，然后书同文，车同轨，朕一定也能做到。系统，作为一个资深老六，昭国此次进攻这么猛，拉氏皇帝派出裤衩子和小烧包一同出战，我怎么感觉会有偷家的风险呢？是呗。偷家什么意思？就在大臣们还在思考偷家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大周第一机灵的礼部尚书已经想明白了。陛下，昭国突然大举快速进攻，完全不顾善后，此举颇有蹊跷。臣建议加强京城的防护，更要加强陛下的护卫。拉氏皇帝欣慰看着这位忠心耿耿的礼部尚书，一个尚书是屈才了呀。好，包爱卿有心了，刘爱卿即刻起加强京城守卫，严查每一位误入京城人员。是，陛下。有你在，真乃我大周之星啊！这眼神我熟，系统是退朝的意思吧？是呗。退朝。系统，昭国果然要偷家，还好老王提醒了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是呗，刘护卫在京城抓住了10几个昭国的细作，查到他们有大动作。哦，什么大动作？这帮昭国细作借着现在临近春节，偷偷把大量火药运输进京城，并埋在京城的关键地段，等着合适的时机引爆。什么？他们也太疯狂了吧！这要是引爆了，京城都能飞上天吧？是呗，你也会跟着飞上去看看。陛下，臣有奏。边关捷报，昭国投降了，也明确表示会派遣使者前来和谈。看来京城发生的事都传过去了啊！是呗，昭国自知计划败露，不可能从正面抗衡大周。哼，和谈，朕倒要看看他昭国想怎么和谈。咦，看来陛下是真生气了，也是差点覆灭整个京城，这昭国真可恶。陛下，我朝虽不如大周国力强盛，但民风淳朴，国力虽弱，但君臣一心，吾皇深知与大周和平共处，对2国人民都是福祉，因此他愿意以最大的诚意与贵国商讨和平之策。皮大人，和平不是靠一句话就能稳固的，我们需要看到昭国的实际行动。这位大人说的对，吾皇明确表示愿意割舍北境周边的3座城池，同时我国愿意在军事方面做出相应的限制，以彰显我朝对和平的热切期盼。哼，皮大人在开玩笑吗？那3座城池本来就是我们的。看来皮大人舟车劳顿，神志略显模糊。来人，请皮大人先行安歇，待皮大人恢复元气，我们再继续商榷余下事宜。不好，要坏事，大周有点强硬啊，直接亮底牌吧。陛下，我国皇帝还有言，
若贵国在贸易上的有所让步，我国愿将北京一带赵国所属城池悉数归大周所有，并将边防一并交由贵国，以示友好。一旦昭国撤离北境防线，昭国实力便会暗中削弱1成。如果得到昭国的边防，那将会大大增强大周的整体防御啊。系统来发一下，昭国做出这重大的让步，此举是不是背后隐藏着什么？是呗，昭国的让步是为了换取更大的利益。具体来说，他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刻，能够借助大周的资源和力量对抗其他国家。哦，看似割舍，实则是一种长远的布局啊。是呗，昭国皇帝善于算计，他才不会让昭国陷入不利的局面。那么，系统我们该如何应对？在确保大周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，可以适当给予昭国一些支持，但必须确保这种支持是可控的，以免将来成为昭国利用的工具。听着新生这样，大家这才明白昭国迫切的想送出边境防务的原因。这样子，那就还能再割一点。陛下，听说昭国有一物叫天麻。咦，这老帮菜怎么知道？看来还得再出点血。哦，还得是老王啊，朕都差点答应了。好，再加上这什么天麻，何谈朕答应了？昭国使者面露难色，虽然天麻不在之前的商讨条件内，但也能接受。好，能与大周达成协议，实乃两国福祉，百姓之幸，在下就此告退了。老三，此次这些新得之地的布局交给你处理。是，父皇。有你在，他昭国皇帝再善于算计，也无济于事。这眼神我熟，系统是退朝的意思吧？是呗。退朝。系统听说小烧包去了北境，把边防处理得非常漂亮。是呗，不得不说，小烧包文韬武略样样精通。最后的军功也有了，等三皇子回来就是。陛下，臣有奏，今年大丰收啊，按大周律法30税1，全国粮食都已经如数收齐。好，天佑我大周啊！好个锤子！怎么了，童子？30税1是不高，但放在全国可就不一样了。哦，为啥？比如百姓今年收成30万担，需要上缴1万担的税粮，但这1万担税粮是要进到国库才算数的。京城周边还好，远一点的偏僻地区可就不是这么交的。咦，这是为啥？全国不应该是统一的吗？30税1不就是挣3000交100吗？非也，你这现代化的算法放到古代可就不一样了。从各地区到京城国库，路途上的人吃马喂，甚至损坏亏欠之类都要自行承担。哦，所以不太远的地方还好，准备个2倍的粮食开始运输，减去路上消耗到了国库数量就差不多了。但路途达到几千里的偏远地区，就要准备10倍之巨的粮食了，算下来就不是30税1，而是税10啊。是呗，所以历代造反都是远离京城的地方，因为这些隐形加税导致那些地方的百姓生活最苦。新生的一番分析，把皇帝和大臣们干沉默。路途损耗吗？可是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的法子。那系统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征粮办法啊？是呗，我查一下。哎，你换新手机了，那之前的旧手机怎么处理呀？我放爱回收卖了，下单就有工程师免费上门回收，价格满意现场打钱。我之前用了很久的那台 iPhone 14还卖了3000多，靠谱吗？那肯定啦，爱回收是上市公司，全国近2000家门店，像平常用不到的手机、平板、笔记本也都可以放爱回收了。那我一会就去看看。查到了，是农工商旅的商就可以轻易解决。商，一个商字，机灵的礼部尚书瞬间就想到中。陛下，今天丰收是可喜可贺，但是粮食运输时的损耗也不小。有些偏远地区的百姓不认识路，还常常付出高额的手续费，让别人代劳上缴税粮。用屁股想，拉屎皇帝都知道老王接下要怎么说，但该配合还得配合。哦，那怎么办呢？陛下，臣有一计，那就是田赋折银。田赋折银，王大人，你可知道这需要多少银子？对，刚开始可能需要大量银子，但钱庄、银票都可以很快解决的。只要这田赋折银实行成功，那陛下定的30税1给老百姓减税就真正的实现了。好，就按老王的方法来，互补全力配合。众爱卿可有异议？臣等无异议。无异议，系统可以退朝了吧？是呗。退朝。哟，小烧包回来了啊！是呗，布置边境防御对小烧包来说分分钟的事。系统看这是什么？诏书。不聊了，该干活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古帝王继统，必见除二，以固国本。拉屎皇帝看着在读圣旨的小太监，回想起夜里与小烧包的对话。老三，你对太子之位怎么看？我躲远点看。展开说说。朝堂上看似和谐，实则人心惶惶。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，都害怕自己的某些事被抖出来，即便是都保持沉默，也会被某些事顺带暴露出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留下来的将都是一些不知变通的所谓清官。到那时候，朝廷将无人可用。拉屎皇帝欣慰地看着小烧包，好，不愧是朕最看重的皇子，已经初飞帝王心术了，还得敲打。皇上，那你所说，我大周还必须要有贪官，不然国家还运转不了了吗？是，纵观历史，清官如凤毛麟角，贪官如黄河之沙，不靠贪官靠谁？拉屎皇帝看着丝毫不怯场的小烧包。
突然，哈哈，好，吓我一跳。清官是把双刃剑，贪官是淬了弩的匕首。帝王眼里没有清浊，只有能不能用的刀。是，儿臣明白了。还有，如今国库充盈，朝廷众大臣也是祥和一团，你知道这后果吗？回父皇，儿臣只是感觉这样下去不妥，但具体也说不上来。对，后果就是不可预知。你认为底下贪的银子朕不知道吗？整个大周都是朕的，放在国库或放在某个洞穴有区别吗？看着若有所思的小烧包，拉使皇帝倍感欣慰。那么现在你对太子之位怎么看？藏期待时。小烧包答非所问的回复，清晰的表明了如果要立我为太子，那小太监就得雪藏，需要的时候再说。册封三皇子齐玉臣为太子，以承继大统，统理国政。此诏记下，即日施行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。儿臣是将不负皇恩，勤勉治国，以报国家与百姓之期望。护国家昌盛，太子圣明，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太子殿下千岁！卢爷，你去把吉祥叫来，你就不用回来了，并且从今天开始休沐。休沐放假，好哀。满朝文武听到小太监从今天开始休沐，顿时都松了一口气。朝堂篇完结。我的计策啊！系统，这特么不完犊子了吗？这傻娘们竟然同意和我订婚，要不了几分钟龙傲天就得冲出来把我腿打折，再把苏沐月抢走。是呗？合着我是躲不过去这劫了，哪怕我知道之后事情发展的方向，也什么都改变不了吗？非也，宿主要相信自己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苏沐月听着唐钰的心声，心里非常震惊。系统是我所理解的系统吗？那龙傲天真的会站出来反对吗？诸位，我宣布唐家和苏家正式联姻，从今天起，苏沐月就是我们唐家的孙媳妇了。我反对。他来了，我就知道老子今天死定了。这家伙真的跳出来，看来我是真的能听到唐钰的心声，而且他真的有系统相助，能知道未来的事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小保安，我苏家的事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？堂堂苏家名门望族，为了家族繁荣，竟然要牺牲一个女孩子的幸福，你们还有一点羞耻心吗？反了，小保安竟敢造次，来人，把他赶出去！哪来的闹事的？敢坏我家少爷的好事，信不信我沙包大的拳头打得你不能自理？兄弟，别冲动，有话好说。今天是我爷爷生日，动手打人不好。可是少爷，他乖，咱不动手。沐月，没有人可以牺牲你的自由换取利益，有我在，你想去哪里都可以，谁拦谁死。漂亮，沐月，该你表演了，快哭吧！人家把话都说这份而上了，你不感动说不过去。你干什么？神经病啊！我什么时候被牺牲自由了？沐月，我知道你在怕什么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区唐家不敢对你怎么样。咦，但我干鸡毛啊！我都拉住保镖了。你想多了，你只是我们苏家的一个保安，从今天起你被解雇了，请你马上离开这里。还有，这唐钰也是混蛋，我有那么脑残吗？被一个保安随便说两句就会感动跟着私奔吗？沐月，我知道你这么说是保护我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离开的。区唐家算不了什么的。脑残吧，你不走，我走。彻底疯狂！哎，系统，这太可怕了！嗨，瞧你那怂样，这性格得练练啊，不然怎么能配当我的宿主？对了，安排你去修仙吧。啊，修仙好啊！我早就梦想有一天可以御剑飞行了。老规矩，先看书，了解一下这个世界。系统，这就是修仙界啊？是呗。那现在是什么时间点了？你拜入正义宗第3天。那还好，现在的正义宗还是正道魁首，实力雄厚。是呗，拥有先天剑骨的大师兄，还未曾堕入魔道，途径3封弟子后叛逃。号称绝世仙姬的二师姐，也还没有被毁去容貌，废掉修为，镇压在沧海之底。还有对我最好的3师兄，现在还没有被奸人陷害。是呗，还有酷爱炼丹的4师兄，本可以以丹入道，成为这苍玄界100万年以来的唯一丹道真仙，却被瑶池圣地的圣女蛊惑，自废修为以表真心，最终什么也没得到。哎，都怪师尊那个老糊涂啊，非要收留那什么大周皇朝的8皇子，否则这一切也不会发生。可怜师尊被世人尊称为冰仙子，一生冰清玉洁，最后却……是谁敢戏弄本座？